却因为同一个梦想聚在这里。我们跌倒过，我们输分过，我们怀疑过自己，但我们都知道，只要还在场上，就还有机会逆转。这次台湾冠军杯呢，是青少年足球协会和五人制足球协会合作，第一次为了国中组呢的最强的球队能够齐聚一堂，再一次挑战他们的最强的对手。而从2024到5年的前8队来做比赛，我们希望通过强力的比赛，能够选出最强的战队与战将，能够帮助他们将来有机会更上一层楼，以及为国争光。青少年足球协会呢，成立就是为了所有的青少年。我们希望让国小到国中，甚至于高中的球队能有所发展。透过我们的协助，能够将全省的组委会的力量能够串接起来。特别是一些偏乡地区的小朋友们，他们缺了一些资源，看我们是不是能够补强。所以我们成立了这样的协会。我们未来不只是希望在5人制的比赛中能够脱颖而出，我们也希望在7人制、8人制和甚至于11人制这种国际的赛事上，我们都能够展现出我们实际上的实力。同时，我们也和进球网合作，能够推出我们的偏乡圆梦计划，帮助更多的弱势团队或者是一些学校，能够培养出他们最好的选手和球队，进而提升整个台湾足球界的实力。我们一起流汗，一起同心协力，就是想把胜利留在我们手上。不管多难，我们都坚持到最后一刻。我们都相信，努力就有可能把胜利留住。因为想赢，所以我们谁都不想先停下来。今天体育赛事，感谢锁定哈斯波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午安，欢迎透过传播来欣赏到是2025台湾冠军杯青少年5人制足球锦标赛，台北体育馆的4楼，今天还会有3场的比赛，邀请各位观众朋友们来到场，一起来帮球员加油。那这场比赛我们要紧接着来看到的是青少年女生组的季军战，南投竹城水里来面对到嘉义县。这场比赛一样是邀请到了我们5人制足球国家队的教练、总教练刘祥新老师以及台亚转播团队一同来为您服务。老师午安，各位观众午安。那我想这场比赛有季军战，因为两队其实在昨天的4强赛我们都有看过了。那当然会到季军赛的话，代表昨天的比赛就是没有办法赢下来。那但是南投竹城水里其实他们在前天的比赛当中是踢得还不错，昨天就稍微有一点平攻，是，所以。有的时候在5人制足球，其实我们今天在稍早看到的那场男子组的比赛里面，也必须要讲，当你真的进攻端上面是比较平攻的时候，其实也会影响到包括你在防守端，因为你的守门员不断的被遭受到打击、遭受到挑战的时候，其实久了，他渐渐他专注力也会下降。对，这个整个疏于疲惫，那防守久了，一直有漏洞，就会让对手有机会。那所以。你必须在攻防这两端要找到一个平衡。那像我们在稍早看到的男子组的季军战就是自己在进攻端上面有过多的失误，所以往往就是球一出去，可能不到5秒钟，球又回来了。对，那对手也压迫得很紧。对，让他们在进攻的组织上面，如果没有好好的去施展，好好的去运用，其实是很难发挥的。就会疲于奔命的去做防守。没错，那女子组的比赛跟男子组比起来的话，他们的节奏会比较慢一点。是，对。那当然在个人的技巧上面的话，或许也没有男子组来的这么的全面但是也是因为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他们在小组的搭配甚至是整个团队的发挥是会非常的重要。对，那在女子组的部分，个人能力就越显重要了。对。如果队上有一个非常有突出能力的球员，那这球队其实是很好打的。没错，没错。因为昨天也看到在女子组的比赛里面如果说你的队伍里面像是在台中市袁曼荣这种有个人的带球能力的球员，那基本上你的进攻就可以由他来发动。是。那接下来的话就是，如果你的队伍当中是有能力把球送到前场去，
那前锋在跑动的配置上面哦，能不能够把整个空间感给拉开？这个我想也会是一个关键。因为像昨天的比赛里面有看到在3-1的搭配，可是前锋其实跑得不够深，那变成说就是你的位置都被挤压掉，空间变很小。对，我们等一下看一下他们如何去使用他们的空间，来创造更好一些进球的机会或是射门的机会。对。不过其实，在看女子组的比赛里面，我觉得这个也稍微会有一点矛盾点啦，就是因为当你的前锋拉得比较深的时候，当然你大脚一传，你传过去，你有接到停到球，转身就是可以攻击。但是有些时候球线比较长，也比较容易发生失误，所以可能就要看这两队能不能够好好的控制在场上的失误了。南投竹城水里，他们的名单是申若曦、邱昶杰、吕佩琪、古涵萱以及詹瑜杰。那另外的话，在第2排，詹瑜静、陈品慧、古恩瑜、洪靖杰以及陈雨竹，最后则是古彤、朱晴雨、陈艺林以及陈艺轩。嘉义县带的人其实是比较多的哦，黄佩珍、吕嘉荣、吴佑璇、吴英纯以及蔡芳云。那在第2排的话，侯玉轩、侯永琴、陈怡晴、黄欣瑜以及黄玉珍。接下来是吴怡柔、陈柔杰、黄轩婷，还有严欣静跟严欣杰双胞胎的姐妹。最后的话是洪艺娜以及陈妍珍。南投竹城水里在昨天输掉比赛之后，其实小朋友是有在场边默默的落泪，红了眼眶啦。那有一些小朋友就是情绪是比较敏感一点的，较感性哦。但我想这就是在国中阶段，他们会把每一场比赛视为都是重要的比赛。是，而且竹城在水里这部分，它这几年也是我们国内在女生组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强队。对，水里国中啊，那他们其实也是算是从水里国小就一路踢上来。那接下来的话就是到他们自己在南投，对，水里商工。那水里商工的话，也算是就是希望小朋友可以留在南投啦。对，他们这个三级化的一个衔接。昨天有稍微跟小朋友聊，因为刚好他们是第1场，然后第1场跟第2场中间有隔一个休息时间，遇到他们小朋友，那整个都是水里国中的。那基本上的话，还包括了有带古彤，然后还有艺林以及陈奕轩哦，这个都是升国一的。是啊，新秀。对。就一起带来。那嘉义县这边的话，也是有带一位升国一的，是陈妍珍。不过陈妍珍目前的话是身上有伤势，所以还在休养。那昨天他们那一场比赛，嘉义县的比赛最后是大比分落败，那是上半场就被对方踢了一个10-1。他们昨天是面对到台东 Mixing， 对，那分差上半场差的比较大，10-1，但最终是11-2。所以等于说他们下半场醒过来之后是1-1平手，是太慢醒过来了。对，那对上的话，2位大的箭头，一个是黄玉珍，那黄玉珍现在身上是有伤的，所以他今天是不能上。那昨天还少了一位是侯玉璇，因为他2张黄牌被禁赛1场，但今天就可以回来了啦。那如果多了侯玉璇，我相信这支队伍在整个调性上面会完全不一样。是，那毕竟学姐回来了。那这个打一个联赛，长期性的一个联赛打这么多天，那在红黄牌这部分，确实是会影响到比赛。对，你看你少了1场，就还刚好是关键的1场4强决战。所以昨天何教练来的时候，可以感觉到他那种感觉很可惜。第一个是球员醒得慢，第二个是在阵中的学姐们有没有办法上场。是。那这场比赛开始在嘉义县这边就压迫的蛮快的。对。嘉义县的球圈盯上来1对1，先转身来保护球，球出界他们后场边线。守门员直接把球勾到了中场，球在禁区里面哦，最后是守门员把球给破坏掉。
但目前嘉义县在落位上面的话，都比较是偏向在自己的后场。对，因为那个竹城水里压得很紧啊，嗯，压得蛮前面，但是就是要看他们前锋能不能够拿好这个球，很重要。啊，前锋队友给好球，就是刚刚有提到的前锋控好球，对，那就有机会创造很多的机会。现在也可以看到侯玉轩啊，就是刚刚有特别提到，对昨天没有办法来上场的学姐，他也是国3要升高1了。再还给侯玉轩，侯玉轩从边线要往前给到队友，但是起脚之后没有控制好落点。这个我们给球的品质稍差了一点。对，这种就是平常的练习量，对，没办法。练习量跟个人的基本的能力这部分，因为有些是俱乐部出身的，那他们连在合在一起，在练球的时间是比较少，可能1个礼拜就1、2次。是。那有些如果你本身是在同一个学校里面的话，其实练球时间应该是有对，相对比较多一点。竹城水里这边有一个犯规，这边是有拉的这个动作，在跟侯玉轩在争抢球的过程当中，就是陈宇竹跟侯玉轩。想要做穿越球没有，但球权没掉，难投竹城水里。我们看到那个在嘉义县这边采取半场的一个防守一个策略，他们没有去压他们。对，想要直接给到后门哦，但最终是球权转换，直接给到前面的学姐玉轩。但是两人也夹上来了，有的时候停球停不好就是这样。对。但原本停的那个位置跟他最后发生失误的位置其实差蛮远的。这个低脚要控好球。这压迫队抢到机会了。一个机会这算是守门员有猜对方向。对他也要力量也太小了。这个一个很好一个1对1守门员的机会。其实真的有的时候在1对1的时候，就是跟守门员的心理战。是，其实守门员很紧张。对。你刚刚这次的起脚，其实到这边被断球。对，一被断球。看到这边，我队友其实在旁边，但是队友他出去的这个时机点哦，就是一直都是跟他是平行，甚至是稍微有点在他后方。对，因为这个没有越位的问题哦，队友可以站上去一点，再往前跑，让他多一个选择。对。个人的盘球，不过没办法，1对1已经上来了，只能再往后场给。做一个传球的选择。一样是3-1，要给到前锋。我今天至少如果侯玉轩回来的话，看学姐的能力喽。我刚刚3-1前锋并不是学姐，对，她还在后场，所以在前面的球可能拿比较不太下来，对，就没有办法好好去发挥作用。我目前南投竹城水里在3-1上面，其实他们空间是有拉开来的，所以这点倒是可以接受。好，在禁区里面直接将球迫害。好，再来看到在刚刚半场上面的尝试。一样是试图要往禁区里面送哦。看到目前为止，在竹城水里的他们在做一些进攻战术，打得比较有组织。对。他们在昨天的比赛里面哦，也是就是都会有能够来这个射门的机会，但是可能射得比较正。所以变成对方的守门员啊，在防守上面就比较不用去猜，对，不用去猜那个角度。那在5人制里面很重要的，不管是在各级的比赛都一样，
谁的失误少，然后把握机会高，大概赢球的几率就很大。对。尤其这个阶段真的很容易，就像这样。对。就失误就是没有被压迫。这个在防守上面要团队的防守去会比较容易拦截到球。对。不然你一个很辛苦在前面防守，后面第二、第三个防守者没有上来协助防守，会很容易让他们有传球的空间。我回过头来加一线也会有这种比较偏非受迫性的失误。直接往前勾，不过前方都是加一线的人，3个人都已经夹了过来了，这推到很后面了。空间被压缩，最后的起脚直接落入了守门员的怀中。哦呦，在这个位置，在这边传球其实很危险的。其实回传不用这么急啊，可以再多等一拍啊。这如果传不出去，直接把它破坏掉就好了。急走了。对，重新做防守。古潼刚刚有提到，他是12号的那位球员，就是刚刚在禁区里面拿到球的那一位，他就是6年级升国一。他在这一次的赛会里面也已经有2颗的进球纪录。一样是在禁区里面抢成一团但最后是守门员直接把球给控制住。对，这个嘉义现在压迫应该在压迫的更快一点。再给学姐古潼助攻给到了陈义霖。哇，最后是靠着球门柱的反弹。再来看到角度带起来了，这个脚没有伸出来。守门员的脚要伸来不及了。我第一拍感觉是在这个重心上面啦，他已经觉得球应该是要往另外一边走了，所以他重心已经先偏掉了。古潼的助攻我刚刚稍微翻一下，古潼是唯一一位在今年台湾冠军杯国小6年级升国一的球员有进球的，唯一一位。有其他的基本上现在像陈妍珍还没有进球的记录，那他们对上其他的这个6年级升国一的，就是多了刚刚义霖，所以他们刚刚2个人就是国一连线，多了义霖啊，现在多了义霖。在刚刚那个球之前是都没有。我们可以期待未来水里国中的在联赛上面的一个表现。他那个战力应该会越来越好。对。失误拦截2打1。哎呀，这反击3打2。没有要换边，左脚直接射门。这个我们在球场上面比赛常可以看到这种状况2打1的反击，2打1的进攻完了，常常变成3打2的一个反击，甚至3打1的一个反击。做墙壁，但配合还是没配合好。其实这种2人的小组搭配就有点像是篮球场的 give and go 那够的那个人，就是你 give 出去之后，其实你那一拍你要跑，你就要跑到底了。你不要去犹豫，因为往往你好像为了要配合传球，然后你去慢的那一拍，反而你就是会慢。对，这后面被推了一把。这个就是我们在讲如何去运用自己的跑动或是传球的行动来创造个2打1的一个优势。右脚起脚。前面有对方的防守者，
昨天也有提到嘉义县是6家国中、民雄国中跟新港国中3所国中的联军。基本上有一半是6家国中的。不过上场的主力好像就没有6家国中这么多。这新港国中比较多。对，新港比较多。上半场一半的时间过去了，我可以看到大部分的攻门机会都是在主城水里这里。是，那他们打的比较有组织、有进攻。嘉义县反而侯玉轩这个点出不来。像这个上去防守压迫的太慢了，这可以赶快放，太慢了。哦哟，前场哇，又给升。我们刚刚看到嘉义县这波3打2的攻击，放球速度也太慢了。如果可以放快一点，会有更多的机会，更好的一个机会。这也是在平常的练习上面哦。对，还是要让小朋友速度再更快一点。习惯，对，习惯这个速度。而且像这种类型的传球，你都没有传到位哦，最后都直接失误收场。表面上一来一回，已经互相这样失误了好几颗。对，因为你一失误，可能就马上造成对手的一个反击的机会。对，然后就对手也失误，然后又还回来。对，然后你又失误，你又还回去。本身包夹来是一个3夹。所以我们说，在5人制足球上面的在球场上专注力非常非常重要。那另外一个就是基本功啦，所以前面才会提到说，如果是小朋友国中小，想要让小朋友上场踢足球，而且希望他是有实战经验，能够去累积起来的话，那就来踢5人制。你看这样一来一回，就是一直碰到球。这边他又没有做调整 ，OK， 调整脚步。他这里其实防守者一直都没有贴上来。对，让他有一个空间。那守门员的站位也没有站好的位置。你可以看一下守门太偏第一支柱子，让他第2根柱子让出了一个很大的空间。对，然后再加上在旁边的洪敬杰，哇，他其实一直都没有上去给他压力哦。对，这就是侯玉轩。这一般我们在防守，我们会把他逼到边路。对，就让他一直往边边去，然后让他角度变小。对，刚刚等于说是在你第一线的防守就没有做好，然后后面守门员的选择也是让了一个洞出来。对，我们在讲防守的组织里面，第一个防守者很重要。你第一条防守线怎么去做防守，会牵连到后面第2个、第3个的一个防守。这边是要给谁？是不是看错颜色了？队友好像还没有跟上来，他就先传了，感觉是蛮有自信的传球，应该是看错颜色了。不过蓝跟绿会看错颜色，这就尴尬了。这个可能之后在考驾照的时候要特别检查一下。我刚刚侯玉轩，刚刚那一颗进球是玉轩在这一次冠军杯的第1颗进球。对。这位是詹宇进。昨天就是跟他聊了，稍微了解一下，因为于静今年也是国3要升高1。哦呦，这个是机会。对，这个都很危险的，因为他在这个角度射门的空的角度都很大。那第2次了，前面是普通，这次是陈品慧这样就有点危险了。陈品慧也是国小6年级生，国1。他们有1、2、3，有4位是小6升国1的新生哦。我们未来可以很期待他在国中联赛可以创造更好的一个机会，或者是在未来的3年之内。其实这个就是在暑期的杯赛啦，有很多的教练他的想法会变成是，一个是赢，那如果在赢之外的话，我还希望能够团队去做整合，对，包括有好的新生进来，有一点类似热身赛的一个性质，对，去调整。这跟我们未来后面在进行的之前在进行的体育署杯是一样的概念。一切的话，其实终究他们最直接性的目光是放在联赛，对，开学之后的联赛。
那因为也不是选拔的性质，所以教练其实他的想法就会比较多。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段期间，暑假期间，其实很多的我们各级学校，很多学校到可能有出国啊，甚至在国内啊，到其他地方去交流训练交流，对对。当然能出国看看不同的球风啊，对球员来讲是很有帮助。对 ，OK， 这也是一个好的射门机会了。其实是找到了詹怡静。接下来就是看啊，或许明年冠军杯会变成邀请赛，国际邀请赛。这是一个好的方向。因为确实我们需要多跟外国的一些强队来做交流，而且要去。可能可以去吸收一下他们的经验，他们的打法。对，而且其实可以看到很多在基层其他项目的一些球赛哦，其实办到最后，现在其实陆续都变成国际邀请赛。是，因为大家开始发现，包括是有一些在本土的教练啦，会反映说，好像如果都是跟本土的打，那我们平常都会打得到，那就没有那种很新颖的感觉。那有没有机会去邀请一些像日本的队伍啊，或者是不同国家的队伍？那来之后，可以让我们去感受这种异国球风。对，因为每个教练，每一个教练的他们的我们讲教练的哲学不太一样。对对。那像这几年，我们在5人制的部分接受了这个我们巴西教练阿迪欧的启发之后，我们的打法有一些进攻啊、防守是差不多都非常非常类似相似的。对。那如果有机会找外国的球队来交流，或者是到外国去交流，会看到一些其他国家的教练给予不同的一些概念、一些观念。甚至如果是可以邀请到这种南美的球队来，这种一样是有点巴西森巴的这种球风，可是可以去跟我们去做比较，因为我们相信久了之后，我们还是会有属于自己比较台式的一个球风。对，像今年这次我们。前2周刚结束的泰国邀请赛，我们跟泰国都对到了。等一下，这个球在滚，没有在线上。对，没有在线上。对，我们都遇到了沙烏地阿拉伯，他们打一样的打法，因为现在守门员出来是一个趋势。对，那我们的防守阵型是用1-2-1，那泰国他们的防守阵型就是因为教练的不同，两边的教练都是顶尖的教练，那他们用了2-2的一个防守的模式，这让我们看到不同的一个防守的一个状况，他的应对方式不一样。对，一样的战术，那教练的应对战术是不一样的。这个其实也会刺激到教练思考。对，如果这样子守它也是有效果的话，那或许我们未来在遇到一些特定状况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试试看。是，因为两个不管是在我们中华队或是在泰国上面，其实针对沙烏地阿拉伯的防守都是有效果的。这就是我们讲大家接受到的东西不一样，会内化成不一样的自己个人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模式。还有就是，当你学到了这种南美式的球风，可是你回到自己国内，你踢一踢之后，你也会自己有一些不同的。对，可能一些球员的能力啊，都会去影响到你去布阵的一些方式。一传，直接大脚射门。上半场准备要进入到最后的后半段了，5分40秒。我在女子组下半场体力的分配就会很重要哦。对，因为很常看到上半场其实很焦灼，而下半场风云变色。我们可以看到上一场的比赛也是一样。对，在桃园的部分，可能下半场他们的主力球员的体能下滑之后，就防守上面出现了一些很多漏洞。基本上就开始跟，但是就没有体力跟。对，没有跟到。哎呦，这边是直接做一个长射。这个竹城水里蛮可惜的，今天有最少2个中柱的一个状况。对。这也考验着嘉义县的一个防守的能力。像这个6号应该可以上来一点，嘉义县6号可以上来一点，还要挡住对角的那条线。拦截太长，我是等队友回来，就没有让他自己打。这个因为队友没有上来支援。对，
只有一位14号在左翼要支援他。啊，这边一个2打1，球带变线，这很可惜。换成竹城水里的反快攻，1对1，球掉了。顺便想要直接往前场传哦，不过在中场的位置也是球被干扰，但球却没掉，还在加一线。躲起来一样是直接往前给，哇，靠着自己的身形哦，他应该可以用侧身拿球，再稍微停留一下。动作上面算蛮聪明的，对，稍微往后挤侯玉轩，但最后就是在控制球上，后面应该是在自己的双挡之间啊，被对方脚去干扰到球，所以球一直往前滚。对，所以这个刚刚讲到，他应该可以侧身拿球。对，啊，自己可以找机会，也可以等待队友上来支援。竹城水里又来到了自己的前场，对位上来，哦哟，个人的能力这边有过哦，过2个，但是角度变小了。哦，这一位是雨竹，啊，这个很危险啊！下一线在后场倒球，而且是在对角线的平行线对角的一个传球，其实非常危险。啊，中间只要被拦截，就可以让竹城水里有机会射门。前面已经有2次是类似这种传球，对，而且被拦截下来，对，直接变成竹城水里的射门机会。哇，侯玉轩这球打得比较勉强。像这个可以在防守可以再更积极一点，不要让竹城水里这么好传球。那在防守的策略上面，他们就会更好一点。那可能也会让竹城水里他们在传球的速度方面也要快一点。直接往前甩，就是要直接给到侯玉轩1对1的机会。哎呦，有挡到。3要打的简单就是这样了，接到球转身直接射，给好的球，拿好球转身，很简单的3-1哦，再射1颗。啊，这他们其实可以马上直接在前场做高压的防守，啊，因为球员都留在他们自己的半场。来了，这边也是再去抢球，哦，有球没掉哦。这有反击，啊，很可惜，这是我们现在在基层的选手上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左脚，这2只脚要并用。对，因为其实左脚在你自己的这重心上面呢，还是会有类似非惯用脚的这个问题。不过我们在持球、传球的部分，如果你少了1只脚，其实会很容易让对手做防守。对。不过其实，在赛前的热身，我在旁边看的时候，可以看到有一些小朋友就是很明显就是只有一边而已。对。就他在射门的时候，左脚的射门协调性就是不好。这个如果在球队的教练有分析上面研究，他其实会对防守会很容易。对，我只要手里的惯用脚就好了。我让你最不会的脚去持球，那他就有机会。而且脚的灵活性没有手那么高，所以你非惯用这件事情就是完全就用不到，对，就是碰都不能碰。你一碰，你球就是完全是不知道他要往哪里走。对，所以这会让防守会有更多的机会。你像这边刚才在对应12号的防守都要压迫上去，不要让他有空间在盘球。这次换人来当箭头了，是吴一柔，然后再往后场送回去。
上半场结束，那双方的话是1-1战成平手。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欢迎回来，2025台湾冠军杯青少年5人制足球锦标赛。那这场比赛是女子组的季军战，南投竹城水里来面对到嘉义县。上半场双方踢1-1，是平手的局面哦。不过两边各有一些问题需要去做调整。嘉义县这边的话，在进攻端其实是比较对于在前场的个人单打独斗，是对单兵要切进去，单兵要去做处理。那做这种事情不是不行。你3-1，你做过去做的足够简单，像侯玉轩他有一球，其实就是直接转身去做射门。那或许在很大量的射门机会下面，你总有一颗可以突破，但就是会取决于你在前场你的前锋控制球的经验度。对，这个除了刚才我们讲了前锋要怎么去拿好球之外，以及他拿到球，他准备要拿球的时候。啊，其他两侧的队友有没有上来支援？对，好，让他可以去形成一个以多打少的这个机会。好，他们前锋拿球其实是有机会的，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竹城水里压迫压得很紧，对，所以会造成他们中间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可以让他去拿球运用。那我们可以看到，另外在竹城水里这部分，他们整个在进攻上面其实是比较活的。那也有可能是来自于他们的球员大部分的个人能力是比较好一点。没错。你无论是学姐端于静，对你像这个时候队友要上去支援，哦，都太慢了。对，因为其实像这个老师我们在中场的时候有聊到，是侯玉轩可能在前场拿到球之后的一些选择，是或者是他在一些判断哦。那还有另外一个是我自己也有注意到的是，玉轩他有一球，他其实在第一拍拿到球之后，他已经没有进攻机会了，所有人都已经回防了。你可以看到竹城水里深蓝色衣服的全部都已经回防了，结果绿色衣服的都还没上来支援，对，都在那边就是看着他自己一个人处理。对，就是像刚刚有提到的，玉轩你拿到球之后的这个判断，那接下来就是你的队友能不能够上来支援。是，这个部分很重要。那竹城水里的话，接下来就是看他们在把握度啦，射门的机会都有，那就是把握度能不能提升起来。因为老师刚刚也提到，像包括于季或雨竹，那就是学姐，那还有像我们前面有看到的学妹古彤，打球其实都还蛮不错的哦，很灵活啦。这是未来很有潜力的球员，几个他们7年级的新生。没错。那今天有进球记录的陈奕霖哦，这也是7年级新生，国一。那我们会看到这边，其实队友就要赶快上去了哦。现在你看还是2打4，这个是处于劣势的状态，所以让他进攻上面不太好进攻。那再来就是另外一个，前场定位球、边线球的一个战术，在前场边线的角球跟定位跟边线球，其实都是一个很好一个得分的一个机会。对。那如果你怕你后场被开后门，留一个人啊，在大概中场在后面一点点啊，那你至少你两边的队友要上来。这个另外一个其实也可以压迫上去的哦。直接被穿越了，但是没跟到，差一点点。这个也是有一个机会，你看3个都在后面等，他们应该先往前跑，让对手回去防守，那自己也可以创造后场的空间。其实这个很危险。啊，上半场已经讲过这个情形了，然后再压迫上来，最后球只能破坏掉。这个其实可以很简单啊，我们把球传直线给前面的，因为他们竹城水里有3个进攻球员已经在前场了，表示他们后面只有一个在防守。那我们看嘉义县要怎么去运用这个优势。我往前传哦，最终还是被干扰到，变成失误收场。这种个人的盘带技巧，想要再回传，但旁边已经有2个人夹住了，左边线对的机会，先做假动作，然后最后再来起脚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嘉义县的左边的队友没有上来支援哦。就变成是往往你就是靠着你学姐自己的个人盘带技巧，然后他就没有第2个选择，他就是只能射门，只有单一选择。让他多一个选项的话，状况可能又不一样。因为这个是因为从边线过去，可是在上半场的时候，他有一球是2打1的机会，
但他的学妹感觉好像就是就是我把空间就留给学姐就好了，我就不上去干扰你，就去1打1吧。那这样子的话，就变成是你在攻门上面你就只剩一条路，进攻率就会下降。对，这也是我们在训练里面要把它加注进去的。好，让我们的进攻更多样化。哦呦，这个给到第3拍，对，这很可惜，很危险哦。这球员如果够冷静，可以再退一步，再准备射门。哦，因为整个那个防守，我们可以看到防守已经被前面一个进攻者吸引过去。大家都以为是要给第1拍，我们看这边他持球，对于我们刚刚讲的，他应该去靠着他，让他有一个防守有一个往前的力量，他就比较好转身。他现在变成是自己在做自己的动作，对，就好像在打花式一样，就是防守者无论有没有靠上来，反正我要做转身，我就自己去抓。哇，这样一路的被往后逼，这刚才可以直接先回了，直接先给回给守门员大脚就好，就不会造成后面这个一个危险的状况。对，像那种简单处理。但是要看他们能不能撑过，啊，刚才我们这个6号球员不在场上的一个状况。这个角度还是在禁区里哦，中间被截断，后卫破坏掉。脚被拐了一下，应该是大腿的旧伤。他原本就有伤，对，在他右大腿，他有包扎。一拐一拐的，这位是黄玉珍。哦，对，他今天有上场啊，他原本大腿就是有伤的。前面有提到他就是有受伤的情况，他也是，被破门了。我们讲到这个2杆的射门，一样是往2杆来做瞄准哦，直接让他反弹进去。哦，没有，这边是他有兄弟有帮，刚好有人出现在了一个合适的位置哦。这是我们刚刚讲在嘉义县进攻的部分一样，因为其实那个位置射门的角度对他们来说，对守门员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防守，但是2杆就不一样。对。那刚刚的话是9年级学姐们的连线，准小高一啊，陈宇竹跟詹宇静，张华出征水里在下半场哦，过去的7分钟先拿下这1分。那嘉义县今天是有让原本大腿拉伤的黄玉珍上场，所以他们是想赢的。对。所以你刚刚讲的有奖杯没奖杯的差别，对。不过我觉得在联军上面还有一个是回忆啊，平常大家都是不同学校的对手。对，不过嘉义县这几位教练很团结，这3个国中，感觉起来他们那个 team 哦是对有聚在一起。其实以区域性来讲的话，因为他们未来可能都会投入到这个县市的代表队，是，所以如果你的教练端是能够很团结，大家不会说我好像只照顾自己的球员，然后我把资源都留给自己的球员，那其实久之后你对整个区域的那个文化是会有很不错的塑造，可能会出现一些变相的一些发展，对，而且是好的那种发展。对球员来讲，他们也会知道说，我们其实就是虽然说我们在县内是大家互相在拼搏，可是我们出了这个嘉义县之后，其实大家就是队友，就是嘉义县，那种荣誉感，我觉得有些时候荣誉感对小朋友来讲，也会让他们在球场上面那种心情是不一样的，尤其在国中这个阶段，国中国小这个阶段。现在两边在中场球来来去去哦，最后是这边是有个机会，这个想做穿裆但没有过去。我这次选择射门，这个穿裆应该不是要传的吧？
他要射门了。对，这个射门，哦呦，也是在边线球一传进来之后直接射门。但嘉义县真的就是打得比较直来直往啊，比较不会特别可能到第2传或第3传去做搭配。对，他们可能有发现到自己选手的本身能力的问题。嗯。因为他们已经有好多次就是有点类似这样，只要传完球之后，反而就是在禁区里面，而且是在自己的禁区里面。上半场的进球是侯玉轩在成功的防守完之后，自己带球自己射门，基本上就是所有的事情自己做完。不过这种机会，这个球不太大力了。守门员接到直接往前给，就是出界，会是主登水里前场的边线球。可以看一下嘉义县待会怎么利用侯玉轩这球员啊，因为他其实在整个队伍当中是算最灵活的。到这边其实有一个反击，我们可以看到嘉义县的球员都停在原地。对，他们好像不习惯打反击。对，这个会让这个我们竹城水里就只要待在原地就好，就他们慢慢移动，很轻松。对。所以拿到球，当由手转攻的时候，这个瞬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如果是国际赛上面的话，这一瞬间是所有人会开始拔腿狂奔哈。但有可能下半场体力累了，不过上半场其实也没有这么多跑动。是。这个我们讲到国际赛上面，就是我们不断的会运用3-1啊、4-0甚至2-2的战术啊，还是现在加入守门员的战术，这些都是利用人数来创造一些优势，创造一些射门的机会。五人制之所以要快，就因为它的场地不大，所以你在送球的时候，你很容易就直接往前面送，所以就随时会进入到一个合理的攻击区域，对，节奏一定会快。但嘉义县其实算是把节奏踢得还蛮慢的，就甚至连他们在处理球上面，感觉起来都是可能需要再多一拍啊。被逼到后场角落的侯玉轩，这个也另外一个问题也是，像在竹城水里这边，他们的刚才你有提到他们的在他们的发展上面比较完整，他们有国小、国中、高中。这些让他们在训练上、在发展上面都会有很完整一个体系衔接上来。那在嘉义县这部分比较可惜啊，他们在国小端的部分比较没有那么好。像昨天2位6家国中的教练上来讲评的时候，也都有提到，他们其实6家国中有很多都是到了国中阶段才开始训练，对他才开始在接触到足球。是，其实您有提到说这个训练的有一个黄金年龄的一个阶段，是说我们在养成是在10岁左右，10岁到12岁这个黄金阶段，如果他错过这个阶段，其实有很多动作、很多东西是后面很难弥补上来的。因为在昨天的时候，我就有跟其他的教练在聊，就是在球感的栽培上啊，那有些时候就是你在比较直观性的技术你后面是补得回来，但是你那种先天性的球感，其实就是黄金的学习能力。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位小朋友打球有灵性？是那个灵性其实是球感。对，那就是因为你从小打，从小看。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南美的球员，他们的脚法特别出众。这个我们之前有跟目前在巴西5人制国家队的教练团里面，有一位是我们台湾的移民的教练。上次他回来台湾有特别跟他聊到，在巴西有1万多支5人制的足球俱乐部。但是他们的实验制注册的只有1000多支，所以是将近是10比1。这也另外反映出为什么他们的
巴西的人脚法这么普遍，这么华丽。因为你在那个环境里面，如果你没有比人家更厉害，脚法没有比人家更好，你就很难在那个地方生存下去。对。那如果说我们单论在国内足球的生态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像篮球场，你可能比比皆是啊，没错。对，但是你足球场你就没有像是你到南美，你可以看到在街头小朋友就拿着足球在那边踢，在那边弹球。那这个也会影响到我们所谓的黄金触球年龄哦，因为你从小如果就是一直在玩那个球，其实你球感就会慢慢被培养。这个有可能是来自于我们的大家的都觉得篮球可能是很普遍普及的运动，所以你看公园啊，现在甚至很多桥下都是盖篮球场。对，或许哪一天如果有一些政府官员当他们在盖的时候，盖无人制足球场可能会让我们国内的足球产生不一样的化学变化。对。而且你看，像我们现在在4楼这边，就是平常可能篮球场就是很多功能的球场嘛，那代表我们球场就不用到那么大，对，就是一样啊，其实跟篮球场是差不多的，再稍大一点啦，size再稍大一点。但如果是以河滨来讲的话，绝对是可以盖的。对，这也可以看到我们国内的发展啊。你看很多体育馆里面就是盖一座篮球场大小。所以这另外也间接造成我们在比赛的场地的寻找，以及我们代表队在训练场地上面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国内符合标准的场地不多。对，而像我们很多在国小阶段哦，他们如果操场里面有足球场的话，其实他们是要拿来打手球的，就不是纯给足球用的。但是这个就要参考一下，像日本他们的操场就不会刻意去画这些线，他们就是这一个大的沙地。沙地，对，那你就是大家去配场，大家去分配。是。那棒球要使用的时候，就自己把东西拉出来，然后用完就收好。对。那足球也是，球框你需要用的时候你就拉出来，不用的时候就把球框就把你的球门再放到旁边。没错。所以大家都可以有训练的机会，也有接触的机会。是我们有一次去国中。我有一次带国中队伍去日本踢实验制的比赛，那也是去学校交流。他们学校就像您讲的沙地，对，一去到那个我们提前2个小时过去，他们正在画线，对，就是在整理场地。对，所有的小朋友都知道怎么画，对，所以他们那个场地大概不到半小时就画好一个实验制的球场。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生活中养成，让小孩子知道，有一些基本的东西他们会去做。而且就会变成是，你要去玩棒球也可以，然后你接下来你再跟着一起玩，对，你都可以接触。那我们其实还是希望在小朋友阶段哦，就是多的去尝试啦，多发展。对，不要说你好像是篮球员，就永远都是打篮球，棒球就永远都是打棒球。是，都可以去尝试看看。哎呦，这边有点危险，差点要摆入进去了。这球头槌我觉得还不错哦。对，所以说要怎么去灵活的运用这位球员，对，就是考验到嘉义县教练们的一个智慧。哎呦，往后给，人都回防，最后要大交起，但有被挡到，再来第2拍，这是在角度上被压缩掉。哦呦，这个停球也是蛮有水准的。先给到第1拍的队友，还有防守者有跟到。球员会做出这种动作，表示他们在平常的训练当中就有做出这些的一个训练，一个配合。所以这个后拉也是在我们在先前提到的2人战术的配合里面的其中一个战术的运用。对。分边，像这个没有跟回去了，让他们形成2打1。这个球员也支援太慢。这个球员也支援太慢了。他如果支援快一点，一样会让他有2个选择，也不至于自己要射门。其实这一颗球，两边就是浓缩了上半场所有出现的问题，包括是嘉义县，就是放侯玉轩一个人在前面，你后面要再跟上来第2拍，这种拖车要上来的，其实都是大概就是慢了1拍。对。那另外是储存水里，没有人上去
把洪玉轩能够出脚的几率给压缩掉，就是变成是一直都有空一个位置哦。但嘉义县还是要想办法能够去帮到洪玉轩啊，而且洪玉轩又跟我刚刚有提到的袁曼荣又不太一样。台中市的袁曼荣是他有带边线去分球的能力，不过洪玉轩看起来的话是，他是要当最后那个终结者。对。所以他没有办法，就是自己在往边线带，或者是说我现在比较少看到这个画面，因为也没有球员回来去给他去传送。对，他就是从头到尾就是自己就终结掉了，就把他起脚射掉了。好，大脚再来，哦，这边也都很危险的。像现在剩下5分16秒，好，这个可能如果嘉义县要扭转这个局势，可能在防守上要更积极一点。不过球员可能看起来体能的下降，对，导致他们的移动速度有一些问题。不过1分差啦，所以等等也要看守门员会不会出来了哦。1分差跟刚刚我们男子组所讲到 power play 的那个时机点是不太一样的。是。不过现在因为球其实都在半场内啊，就是自己的后场，所以压力全部是压到了守门员身上。因为守门员一样是陈怡晴，7号的防，对，这个很可惜啊，侯宇轩没有上去压，队友已经去第一个防守者已经上去压了，但是第二个防守者要跟进，不然他的第一个防守者是白跑的。对，好，逼到后场，再压，啊，这个时候就是先破坏了。看嘉义县叫出了暂停，边喊暂停哦，那。嘉义县的这个暂停，我想 power play 应该也会是教练在思考的一个点。他们现在在场上的守门员是陈怡晴，但我印象中没有错的话，他们如果要做守门员出来的 power play， 是黄佩珍要上来。所以等等看上来的是佩珍还是怡晴？目前似乎没有要做更换的意思。哦，对，没有人在换衣服。对，那这样的话就还是让怡晴上来。不过1分差哦，那比赛大概还有5分钟左右。时间都还够，还是有机会让他们做一个短暂的一个喘息休息，然后让他们去做最后一个压迫。那今天的嘉义县呢是让玉珍也有上场，昨天也有在问他们教练说，他大腿拉伤的情况。那原本是想说，如果真的有伤势比较严重的话，那就让他再多休息。不过我想，球员自己会希望上场。以我这样播各个项目在基层的经验上来讲的话，球员都是想上场，球员都会是想对，而且除非真的很严重，只要他还能撑，他还会撑下去。但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教练的两难，教练会理解，因为毕竟自己也是运动员出身，他会理解那种我想上场的感觉，但是他又会去理解到说，如果我今天不去帮你顾你的伤，我就这样子给你开绿灯。你未来伤落久了之后累积起来，你可能会更麻烦。因为他们的后面其实你看国中后面，如果他们要继续踢球，还有很长的生涯。对，甚至如果踢到更高的阶级的时候，他们其实运动生命是很长的。那杯赛的话，通常这种情况会比较少，可是最常出现这种两难的时候是联赛的时候。是。现在守门员还是让怡晴先上来。这拦截2打1，看他怎么处理这个传球。我们刚刚讲了，传球太小力了。这个3打2，第二支，哎呀，守门员出来，但没有干扰到球，还好后卫有在守门员前面，他站在他们的那个路线上面，有挡下来，站位很及时。这都要冷静，再给守门员扑出来。现在都还是能够维持在1分差，不过往前甩没有甩到自己在前面的箭头哦。有侯永晴有跑，但守门员传不到。这个还有3分半钟哦，还有机会。看一下嘉义县能不能做出什么样的变化。那我们也看水里在嘉义县频频出现失误的状况下，有没有机会再拿下关键性的分数？对，第3分啊。嘉义县往往进入到前场的快攻，就是都会有那种球可能是比较保守的处理，所以球在传的时候不敢传太大力，就反而变成是软的、瘪瘪的，对，瘪瘪的，就软绵绵的传球，
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于他的防守者要去追那个球是很容易的。往左再往右，回防都有回来。12号的球员是1年级，很灵活，非常的狠。好，球被夹掉。队友没有去支援他，一个人。队友这种感觉就没有要接球。他人是上来了，可是好像第一拍侯永琴是想看着自己带到前场去。但这个有的时候是因为是连队，连队就是平常没有那么多默契。是，那你在比赛的时候，如果你整合，有的时候没有整合好的话，就会变成这样。对，这个刚才要多利用这个。他现在拿好球，这个就会让他有2个选择的机会。他可以选择自己转身射门，还是回传给队友。角球，哇！进来之后直接发生失误。先往后传给，先把球拿回来。这边也是哦，停到转身，第2次有吗？结果被挡下来。角球，好，再一次角球，现在已经不到1分半喽，还是1分差。这个要看一下有没有球员在第2次。哦，这次直接起脚。第1拍没有起脚，第2拍直接起。再来看竹城水里，就算是没有来射门的机会，我能够把球带得越远越好。对，远离自己的球门。对，哇，这边有沟通失误，一边已经在向后撤了，然后左轮转，然后另外一边传出来，体能下滑会出现，很容易出现的一些失误啊。哇，第3分啊！古潼，是古潼，助攻给他的是学姐洪靖杰啊！哇，让古潼在今天这场比赛1传1射，对，第3分哦，那这第3分来就是死刑的啦。对，对，剩下30秒。古潼如果要颁一个最佳新人，应该就是颁给他。对，没错。在本届赛会有3颗的进球，3次的进球。所以我们刚才开赛前，我们讲到这个女生只要里面有一个个人能力很好的，大概可以主宰很多的比赛的一些状况。最后的16秒。好，比赛结束，南投竹城水里最终是3比1。收下了在今年台湾冠军杯青少年5人制足球锦标赛女生组的季军。那我想这场比赛哦，3位的进球球员，学姐詹瑜静，还有2位7年级的新生。对，那一位就是陈义林哦，助攻给他的就是古潼，是他们当时是7年级连线。那另外一位的话就是古潼本人，我刚刚连男生的资料都一起看，男生好像没有国一的，所以他就是在今年台湾冠军杯男女子组综合起来的最佳新人，应该是当之无愧啦。是是是，因为他其实在场上的表现，我们先不管就是以进球的数量啊，但是其实老师你看他在场上的表现是会让人期待。对，个人能力就很好，有基本功，有基本功。那这就未来要看他自己的发展。对，
不过我相信以他现在这样子累积起来的经验哦，那再包括了他在这一次台湾冠军杯跟学姐之间的搭配哦，所以成长上面的话也会让别人去期待到就是水里国中在今年度联赛里面的表现。那这场比赛还是要恭喜南投竹城水里收下了台湾冠军杯女子组的季军。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在这边要告一个段落，下场比赛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的来帮球员加油。这场比赛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老师在场边的陪伴。我是秉承，下场见了，拜拜，拜拜，谢谢。我们来自不同地方，却因为同一个梦想聚在这里。我们跌倒过，我们输分过，我们怀疑过自己，但我们都知道，只要还在场上，就还有机会逆转。这次台湾冠军杯呢，是青少年足球协会和五人制足球协会合作，第一次为了国中组呢的最强的球队能够齐聚一堂，再一次挑战他们的最强的对手。而从2024到5年的前8队来做比赛，我们希望通过强力的比赛，能够选出最强的战队与战将，能够帮助他们将来有机会更上一层楼，以及为国争光。青少年足球协会呢，成立就是为了所有的青少年。我们希望让国小到国中，甚至于高中的球队能有所发展。透过我们的协助，能够将全省的足球队的力量能够串接起来。特别是一些偏乡地区的小朋友们，他们缺了一些资源，看我们是不是能够补强，所以我们成立了这样的协会。我们未来不只是希望在5人制的比赛中能够脱颖而出，我们也希望在7人制、8人制和甚至于11人制这种国际的赛事上，我们都能够展现出我们实际上的实力。同时，我们也和进球网合作，能够推出我们的偏乡圆梦计划，帮助更多的弱势团队或者是一些学校，能够培养出他们最好的选手和球队，进而提升整个台湾足球界的实力。我们一起流汗，一起同心协力，就是想把胜利留在我们手上。不管多难，我们都坚持到最后一刻。我们都相信，努力就有可能把胜利留住。因为想赢，所以我们谁都不想先停下来。
欢迎回到2025台湾冠军杯青少年五人制足球锦标赛。转播团队这场比赛一样是在台北体育馆的4楼，邀请各位观众朋友们一起进场来为球员加油。那这场比赛我们要正式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了，青少年女生组冠军赛，新北的 Okane 要来面对台东 Mixing。我想两支球队在昨天的4强赛都能够拿下胜利，这场冠军赛势在必得。我是秉承转播工作与身旁的蒋平是我们五人制足球国家队的教练刘祥新老师，以及台亚卫星的转播团队一同来为您服务。老师午安，各位观众朋友午安。这场冠军战我想这两队能够走到这一步真的是不容易啦。对，这个也是台湾第1届的冠军杯。没错，在冠军杯里面来收下冠军讲座，这个应该是这两队一路可以走到这一步最终的目标。那台东 Mixing 呢，我们其实在昨天的比赛当中也有看到，他们其实真的就是有满满的得分能量，包括其实在预赛阶段的时候，他们整个团队进了15颗球，在昨天的比赛当中，最终是12-2赢下了嘉义县，所以他们就是这么能够得分的一支队伍。压力会在谁身上呢？说不定是新北 Okane 的守门员。那新北 Okane 在昨天的时候则是2-0赢了南投竹城水里。不过这就是一场比赛冠军赛就是一场决胜负嘛，所以有些时候还是要看临场的表现，尤其是在国中阶段，有些时候包括像我们在前面几场比赛有提到的球队的骄傲球员自己上场的信心，都有可能去影响到你在不同阶段的比赛会有不同的状态。像有些球员预赛的时候，他可能比较不会那么患得患失，因为他可能会觉得我明天还有其他比赛，我明天或后天还有其他场。今天这场比赛稍微踢得不好没关系，我还可以重新去做调整。可是，一进到淘汰赛，反而就有点绑手绑脚。是，但也有球员是喜欢打淘汰赛这种的，然后反而在预赛的时候，可能专注力不会到那么的足够。那每个球员都有他自己的特性，那就是要靠着比赛累积起来之后，大家才渐渐的，就是在每一场比赛都会有比较相对应、稳定的表现出来。对，冠军战对这些球员来讲，等于是从8月5号一路到今天是8月9号，非常不容易。大概就是刚好是一个完整的5个工作天啦，那能够把比赛打到最后的阶段那台东 Mixing， 我想在昨天的比赛当中拿到12分，不过他们比较需要注意的是，昨天在面对到嘉义县的时候，上半场就10-1，所以等于说在下半场是跟嘉义县踢成1-1平手。但我相信对于这个教练团来讲的话，他们还是有去做一些调整，在下半场的时候，包括可能给一些平常比较少上场的球员上场，然后还有在战术上面，因为分差有拉开，那有一些教练就是一样要整合的情况之下，他就会去做一些在战术上面的调配。今天这场比赛也要来看一下台东 Mixing 的得分能量。我印象中他们昨天在面对到嘉义县的比赛前5分钟就进了3颗球。所以他们的进攻速度是非常快的，但本身其实我们在看五人制足球的时候，我们就会一直提到他的进攻端其实应该是要节奏很快速的。现在看到新北 Okane 他们的阵容名单郑雨晴、肖雨欣、叶楚爱、陈云轩以及洪子晴，在第2排的话是沈飞纯、罗玉恩、潘月婷、黄维年以及黄家珍，在第3排刘丽菲、何晶晶、林玉佩、林彦玲以及杨新桥，最后在第4排罗点爱、许荣佳以及林奕晨。另外一边的话是台东 Mixing 洪以乐、何永新、孙瑞麟、严林清以及罗林义林，在第2排的话是赖和轩、王宁竹、林雨晴、张义怀以及马志宁。第3排林奇慧、洪延兴、林宇韶、邱少奇以及蔡成瑜，最后在第4排林允娜、周爱珍以及陈真。昨天大部分的分数，台东 Mixing 这边是在马志宁身上马志宁他现在在赛会里面的进球数也已经来到7颗了。那新北 Okane 昨天的2分的话，分别是罗玉恩以及罗点爱。但他们在球队里面进球数量最多的是何晶晶的3颗，不过在昨天的比赛当中，何晶晶是没有进球。那我们也看到这2队的在比赛前的双方的这个身材差异性就已经有一些差异性出来了。
老师觉得哪边比较好？从身材上面看，有可能是在东港这一部分。那当然也要看在欧卡内这一边。其实我刚刚讲到在那个女生里面有一个技术能力很不错的球员，就可以很好的去运用。对。那欧卡内这位8号球员罗伊恩，他从很小就开始踢球了。他现在在林德嘛，对，林德国中。他应该现在他年纪算比较小，所以体型略差一点。8年的，98年的话，他现在是2年级，是2年级，升2年级。OK。那明德国中在113全国中等学校的5人制足球联赛是有突破队史纪录，拿下北区的第2。那台东 Mixing， 我必须说，因为我以往在播其他项目的时候，只要是台东的小朋友，其实对我来讲的印象都是速度很快，可是人会比较小只。所以我昨天在看到台东 Mixing 的身形的时候，我是有吓到的，就是这还是除了很快之外的身材又很好，对，又很敢拼。会不会是身材好的全部被拉去踢足球？你看，像在棒球看到像东体啊这些学校，其实人数稍微会比较少只一点。那篮球就更不用讲，篮球我们很常讲，从台东甚至是屏东、花东地区，其实都是有点土豆雄兵的感觉。哇，就没想到在足球场上面是可以用身材来压制对方的。那重点是他们的速度也很快是有保持住他们原本的那个速度感。对，那在欧卡内这部分，他们的战术利用也比较灵活，因为他们这些有从小栽培，有训练过。但是我们刚刚讲到，还是要看整体的部分这场应该会比上一场更为精彩好看。对，而且能够到冠军赛的球队，昨天这个何老师还有黄老师也都有跟我说到说，如果今天来看到4强赛的话，其实踢起来可能会跟我昨天看到像5、6的排名这样，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是，所以我很期待技术水准跟阵型的运用。好，那身穿浅绿色球衣的是台东 Mixing。对，我们可以看到欧卡内在整个防守的上面都会先退了，是人敌人的战术，也会先看，也会观察的进攻的球员。这边的话是打一个3-1。我传到前锋这里，哎呦，后面有跟上，好，直接先破坏掉对方的后场，守门员来处理。昨天在上半场的时候，台东 Mixing 打的是真的是如火如荼打得非常的顺利。但现在在前场被分打撞到了门柱。好，我们看到罗伊恩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刚才2对2打1的时候，他没有自己选择射门，对，是把机会给自己队友13号何晶晶。对，很可惜，这个空门的状况下，哇，真的是被球门救了一把门神好，换台东 Mixing， 直接往前给欧卡内，一样。好，我们看到罗伊恩他的视野非常好。哎呦，这次的连线再多传一颗，对他们没有急着射门。队友有跑出位置来，都让他们有2个以上的机会，可以选择射门或者是说做传球。3-1停球没有停好，自己想要再把球追回来。好，后方的队友控制住中场前场，再往回，最后是一个远射，还在台东 Mixing 的脚下。不过你看这一场这2队跟上一场在季军战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就至少在前面的这几分钟，就稍微可以感觉到在半场的季军战，每个人的脚法其实都有一定的。对，那再来就是在欧卡内的防守上面会像上一场的落差很大。对，他们退得很快，基本上防守在一些重点都有做到，但是可能在移动的速度上面要再快一点。因为可以看到台东这一部分的他们的移动的速度是比较快一点。
再回给守门员，再重新组织一波。不过被紧迫一路的往后面盯呢。空间有拉开哦。对。所以在3-1的情况之下，什么时候会往前锋的这边传？好，加入进来做轮转的。哇，没给好，默契不足。最后是等了2拍之后，一样是选择做一个空档有机会射门。对，因为这个欧卡内的新北的欧卡内这个守门的身材比较没有台东来的好。对，比较小一只哦。看到这两边防守者都有上来，选择就是先往前丢了，宁可先再守一波，也不要在禁区里面球在断掉。这是我们防守的一个原则，让球远离自己的球门。不要在自己的压力区里面做防守。好的拦截，在分边，再给到中间，队友没有跟上来，差了1步左右。另外一边的话，也是直接往前传，前锋要来停球，球权就会再还给欧卡内。看台东这部分在防守上面也可以更积极一点，因为毕竟他们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身材的优势，有一些位置是可以先抢得先机的。对，但台东 Mixing 现在射门的机会不多。主要都是看到欧卡内在控球，对，所以我们说，刚才来了，华仔刚说完，守门员直接守出来，哇，红牌，直接红牌给到了守门员，守门员离开他的禁区，球门区 PK 区里面出来守触球，哇，这个手球啊，直接被判红牌，超亏的。他刚刚手有碰到他手伸起来哦，刚好他如果手没有伸出来是还 OK，这个蛮不划算的。对，超亏啊！场边赶紧要喊出暂停，因为现在等于说要少一个守门员了。对，因为比赛才刚开始没多久，他现在要面临到4打3的一个局面。看还好，我们是不停表的，所以2分钟其实很快就过去了。那我们在国际赛的部分，这个2分钟将近相当于几乎快4分钟的时间。对，在有停表跟没有停表差很多。所以因为手球被红牌出场的是背号3号的陈飞纯。哇，这场比赛就看到最开始那个空门没有进哦，这样一来一往就差很多了，有可能差到2颗球。这一开始罗玉恩跟何晶晶的搭配合没有办法进哦，撞到球门这个就没办法啊，门柱就是门神嘛。沈飞纯他生日蛮好玩，他是520生的，但他这场比赛就没了，结束了。今年台湾冠军杯，接下来就是要在场边来帮自己的队友来加油。哇，真的马上落泪啊！也有可能这一球会导致到冠军赛先帮他上阵，我觉得是教练心中最信任的守门员哦。那守门员的任务其实真的很重要。虽然说前面我们会提到说，一开始会去练守门员的，可能是在球场上面，可能球感比较差的，或者是说，在整个技术层面上面，算是队伍里面比较后面的。但是守门员你守久了，包括一些专项的训练上面的话，它的重要程度只会越来越高。是。这个球可以慢慢去捡因为对，先把2分钟的，对，没错，2分钟先过去吧。这应该球员直接让他往前踢哦，不要让他往旁边踢。因为他们发球进来还是在自己的压力区里面。现在这2分钟会是台东 Mixing 的 Power Play 啊。这个慢慢捡就好，球员也不要去捡。对。这应该让球直接往前丢也可以。
现在就尽可能的让球去离开到自己的半场。没错。就是一路的破坏啦，3个人是赶紧加。这个三个人的协防非常重要，三个里面的合作很重要。好，就是这样破坏、破坏再破坏。他们自己的球。台东 Mixing 前场的2分钟过了，现在又回到最开始解除。那我们看现在新北欧卡内他守门员上来的表现如何？对，新的守门员上来，对，这是蛮关键的。我其实，在基层的球赛，有些时候会很好玩的是，看现在可能。这个原本的先发守门员沈飞全被判下场，他这场比赛就不能再混了。那换了一个新的守门员之后，我们有时候会担心新的守门员是守不住的，对，但是反而其他的球员那个心呢被激励上来，对，他整个团队的凝聚力比较大一点，对，所以我们刚才可以看到，新北这边跑动也比较卖力一点，对，就醒过来那种感觉。但这几波球权都掌握在 Mixing， 台东 Mixing 这边要做长臂但没有做出去。欧卡内重新拿回球权，重新回到后场，直接往前丢。这边位置没要好，但是有处理到球。动作有点大哦，真的会是前场手撑地了。因为这两边的身形其实差别很多，所以这个手撑地有点危险。对，这手腕会突然间被挤压到。没停好，最后还是选择先破坏掉。他的手 O 不 OK 啊？因为这个有些时候是你刚好去挤压到，所以你那一瞬间其实你的手腕是没有力的哦。你手会觉得松松的。裁判员询问他，因为他不断的是握着自己的手腕哦。像这个没有球员跑出去让他都在后面。对，这正在考验他们在新北欧卡内这边做40的一个战术的执行能力。来咯，没有起脚，再分一边，对位上来了。2次犯规犯的那一下，犯规都是犯在他身上。对，我们可以看到欧卡内的罗点爱，欧卡内这些他们的个人能力的还不错。对。这个不要再受伤了，刚才手已经撑地了。守门员挡下来，倒钩赶紧把球给处理出去。人还是先破坏掉。我这是合理的破坏啦，如果被他过去之后，就是前面就是又是多打少了。对，所以你适时的还是得要破坏到球，一路的把球逼回到后场。
有时候球员要认清自己的能力，对，跟对手之间的能力，这个很重要。而且有时候就是场上的状况，你不得不啦，你还是得要去处理啊。像我们一直在讲，希望我们国内的联赛水准可以提升。对，因为这部分都牵涉到我们出去打国际赛的一个经验，对，一个能力。像很多球员很喜欢可能在国内你在一些危险的区域做盘带都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在国际赛上面是不允许做这些盘带的行为。因为对手比你更强，你一旦被拦截下来，你就是面临到被射门的、被得分的一个状况。其实这有的时候就是要提到是你打球的习惯啊，因为一直都是这样打，其实到国际赛上面，你人一紧张，或者是在一个很关键的时刻，你就会用你平常最习惯的打法。这是我们国内的水准，如果一直没办法提升，就会让他一直不断的带球。对，在国内带球带习惯了，没人可以拦下他。就到了国际赛之后，你发现旁边每个身体都大家都很厉害，然后速度也很快。是。不过现在也有一些这个在联赛里面是会规定要有外援的，那个外援来的时候，应该也会帮助到国内的球员去。没错，像国内到目前为止，我们说的各层就是在最高等级的联赛5人制联赛举办了好几年，5、6年以来，那大概是FS1 那一年是最精彩的。对，因为那一年联盟FS1 这个联盟他们有要求几队必须要有外籍的球员，而且我记得他在外援的资格上面也有限制，就是他要有这个一级的对其他国家一级的经验。对，所以我们看当时的天晴啊，当时的云豹啊，包含新北的欧卡内，他们都寻找到一些很优质的选手。对。那一年在帮助我们台湾提升了很多，而且不只提升联赛的能力，包含我们当时的国家代表队也受益良多。是。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嘉义训练的时候，天晴的2位巴西的外援都会来跟着我们一起训练。对。这都是希望我们到国际赛上面啦能有所发挥。对，所以那一年我们在国际赛的表现不错。所以希望我们后面的联赛还可以有这种的一些场景外援出现。对。好，像我们国内现在的篮球的联赛，我国内那个有外援出现是想要赢球，洋将。当然，另外一部分他也会从里面，当然多多少少都会把我们自己的篮球的水准提升。但我一路播到现在，我自己现在会思考，因为其实从基层里面，我自己的感受是有很多的5号位已经变得有点不太会打球，就打起球来反应没到那么快啊。那因为我们大部分洋将就是你进入到职业的赛场的时候，其实都会直接找5号位，在没有身高限制之后啦，那我就直接先找一个大的洋将啊。那来了之后，就代表说你原本打5号位的就要再往下面去 undersize， 所以就变成4号位。那在练的时候就变成你在基层的时候就不用再过度的去练5号位的动作，那就会去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大环境在2、3号位是有提升起来，可是对于基层来讲，你反而5号位这个位置就被稀释掉了。这个就是我们在讲那个篮球，它有它身材的限制。对。但是这个在5人制里面，其实身材的限制这件事情是也会被缩小的。对，没有那么明显。对。甚至你看到在世足赛里面也有很多好的球员，其实他的这个身材在身高上面的话是不需要到高。对，我们看到8号球员罗以恩，他面对这些台东很高大的，他也不畏惧，还是可以做一些动作。包含我们之前葡萄牙的球星 Ricardinho， 他只有165公分，那他也是当时在他那个年代他是最顶级的球员。对。然后如果在我们这个年代的话，就是梅西。对，在10人制的部分就是梅西了。所以其实足球在身材的限制上面，真的没有篮球来的这么高。是，你包含在前2014德国那一届赢得世界杯那个队长也是一样。
所以其实我觉得右后卫是只有160几公分。所以其实如果说能够让小朋友从小去踢足球的话，这样很大量的跑动啊，我觉得也是会去刺激到小朋友在运动能力上面。是，没错。而且我们讲脚部有一些神经可以直接去刺激它。对。两边现在都是在中场做盘打，这个就有把戏球。对，这个呢做了一些很多的动作，这都需要自信，需要很多比赛的经验累积换来的。而且这个比赛应该没少看，所以我们很期待这种比赛要多办一些。对。而且这次比赛有转播会让选手更兴奋。对，更兴奋，会让他们更注意自己在场上的一些表现，因为不是只有他自己看，可能他的朋友都会在看这些比赛。对。有些朋友就算没有办法追 live， 然后回去后会翻重播。是。以前都是自己讲，现在朋友直接看啊，到底知道是踢得好或不好。欧卡内拿回球权。对，一样是自己带。对，这个何晶晶在边线的带球能力也是有的。他应该还有1年，还有2年的机会，包含今年。对，好，他们可以做更好的一个，看他后面的发展。那我们其实很期待五人制女足的这些提升，因为我们在亚洲杯已经连续2届打入8强。那我们也希望后起之秀啊，可以衔接这些，让我们的亚洲杯都可以维持在8强，甚至可以拿到4强的一个成绩，来提升我们国内足球的一个环境。其实虽然说女子足球啦，在新闻上面风风雨雨哦，但是必须还是要提到他们在国际赛上面的表现是好的。对，需要有一些成绩，来带动。这样的话变球门球，直接分给另外一边，再回到中间。我们看到这个个人能力哦，对，非常的不错。你看，像这场这2边在这种后场处理球，跟我们上场看到季军赛其实就有差异了嘛。对，每个人其实都有个人的盘带能力啦，不会说我拿到球我就只能在原地去处理去传球。是，而且你看他们虽然面对比他们高大的球员，他们在做4-0的移位做得很好，出来喽，而且都有机会，这很可惜没有穿过去。他的意识非常好，对，他已经看到2杆的队友在那边了。2杆的队友其实已经进到了一个好的位置哦，这也只能说是中间 mixing 的这个后卫守得漂亮，守得退得很快，有意识到那边。那当然，这个我们可以看出的这个球员的视野也很好，1对1，好，没有过去，两边撞在一起。这是蛮期待欧卡内这些球员未来的发展。其实要看到他们接下来进入到职业舞台，或者是崭露头角，其实就是大概3到4年后，对，还蛮快的哦。这个期待我们到时候有一些更多的企业来支持这些，因为球员需要舞台啊。没错。台东 Mixing， 台东 Mixing 也是主打3-1的，因为他们在身材的上面比较占有优势。欧卡内他现在在防守上面的策略反而就是往后退，3-1要送进来那送吧，对，他把中间的空间压缩掉就好了，让他们没有那么好，不像上一场在嘉义线的中间的空间就很大，对，所以其实往前面送是很好送，是。我看欧卡内也在做半场的防守。来看一下这个新北欧卡内的小将是不是可以顶得住他们这些身材的劣势。
欧卡内球带出来，但台东 Mixing 的后卫也回来了。守门员出来，还是差一点点。欧卡内虽然身材有劣势不过个人在上半场有蛮多这种会让人心惊胆跳的画面。而且他们传球很冷静，在最后一脚传球很冷静，他们都可以找到不错的位置在传球。有些传球也是一针见血。对。他们最冷静是在中场的传球。对，真的是，他每一颗传球你可以感觉到他是有指令性的那这个部分就是来自于他们在4-0战术上战术的运用跑位，有没有跑到位置？那再来就是球员够不够冷静？对。所以你看前面的队伍，有些时候你判断能力比较弱的时候，你反而就是拉到后面去做3。对，那其实这部分台东应该是可以用他们的身体的素质跟体能这部分来压制他们。这可能就要等下半场，现在上半场剩1分半。对。那当然，这另外也要看台东的他们下面的板凳的球员的深度够不够。因为你要用全场压制的话，需要有很好的体能。那现在虽然说是新的守门员上来了，但其实欧卡内的禁区除了在 Power Play 的那2分钟，接下来好像也没什么球过来，太大的压力。对。新守门员是杨新桥。你前面我在看守门员，其实都是看选飞球，现在是杨新桥，哇，压力就少蛮多的。被拦截2打1，这个选择了一个不好的边。你这第一拍没有传，你就要自己过到底。对。那他走了他的左边，因为左边后面有一个防守球员跟上。我刚刚那是一个赌注啦，因为守门员也上来，如果你球一直有控制住的话，其实你另外一边一路向前冲是有机会小球过去的。哎呦，球的落点自己没掌握好啊，但球至少没有掉。哇，这个变前场球，前场边线。台东 Mixing 24秒。把进来，撑住这24秒。OK， 终于让杨新桥有守门机会，直接踢出去。不过踢到中场的时候是台东 Mixing 把球挡下来，好破坏掉。因为8秒，上半场最后的8秒钟，既然自己没有进攻时间，就让球远离自己的半场。会带到中场直接起脚吗？调整 ，OK， 带到中场直接起脚，最后是落到了杨新桥的怀里。上半场，新北欧卡内跟台东 Mixing 这是女子组的冠军战，战成了0-0的平手。休息一下，稍后中场结束，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女子组的冠军战，新北欧卡内这场比赛面对的是台东 Mixi， 两队在上半场是战成了0-0平手哦。画面上面可以看到，这位是罗点爱，在上半场一次的攻防哦，是手有伸到地板上，那现在也已经在中场的时间去做手腕的包扎。那在上半场还有另外一个要注意到，就是沈飞纯啦，因为在比较早的一个时机点呢，出现了手球的问题。是他在一个初级的状况下，产生了一个手球红牌出场。对，红牌出场。所以他们现在的守门员新北欧卡内是杨新桥，但是杨新桥上来，除了在红牌被 power play 的那2分钟以外，其实他真正要守门的机会，好像就是在下半场最后的那30秒的那一次。对，刚才您也讲到说，好像换了守门员下去之后，不但没有让他们的士气下降，反而提升他们的士气了。对，整个士气提升，大家都发现，哎，我好像要跳出来。是，他们一些进攻的机会反而比台东县多得多。其实这个真的在基层会很好玩哦，因为像柔道也是，原本大家意兴阑珊的，好像要摔不摔，结果突然间一个息肉出来，一个指导出来，都醒过来了。那拳击也是，原本大家裁判一直在比说我们要打，结果只要是一个犯规被判出来，好，突然间大家都火起来了。对，这个基层小朋友有些时候就是这样，你不管教练在旁边怎么喊怎么吼，他就是醒不过来。可是只要有一个状况出现，对他是不利的，他突然间就觉得，我要活过来。但现在下半场，24分钟了。那这24分钟里面哦，两队只要能够先得分，我想至少在心态上面，对，应该就会为压力就落到另外一队上，因为这个是冠军战。没错。这刚才可能是手球，有可能刚才是手球。所以现在是裁判要来看一下啊。两边现在都是先回到板凳席。裁判在看刚才的回放的部分。那我们等等导播应该也会给我回放画面了。哇，那如果又来一个手球，等于说另外一边也准备有power play的一个情况。这个一般球员还好，手球黄牌。黄牌的话是手球最多黄牌啊，因为那他也不是故意的。在禁区里面是一个自由球，这里下来的时候，对啦，这里禁区里下来之后，因为他刚好他前面的人已经这个是一个自由球。等一下，挡下来，踢中间，今天自由球全部都踢中间，士气大振哦。这个再来看一下这一次的自由球，就没有特别去往左或往右。对，这也是球员必须平常需要去训练的。球门上面啦，如果以9宫格来讲的话，就是上面的那2角。因为今天我们看2次自由球全部都踢中间，而且这个在国际赛的6公尺的球，我们只会请守门员就直接选一边了。对，就是你要猜一边，可是今天都不用猜，今天就是直直的来，直直的。因为这个，如果你在原地，一定会被进。对，依旧是0-0哦。两边现在在心态上面其实就还是一样啊。对，谁能够先拿下1分，至少开赛到目前为止，感觉台东的攻势比较好一点。其实上半场新北欧卡内是有几次攻门的机会，没有把握住。对，反而是台东 Mixing 这边好像球一直拿不过来。
出第二拍，哎呀，吃脚起大力了，球飞起来。刚刚是何轩。这个第二拍是真的是很好的机会，所以有点建立了欣喜。很懊恼，很懊恼，真的很懊恼。第二波没有补进，球就在自己的眼前。他其实第二波就不用特别出力，对，用内侧打空间就可以了。看到看新北欧卡内的体能可能有点下降哦。解拦截，哎呦，对，在追求的时候都会少这一步。台东 missing， 球没有接好，前锋要向前冲，哇！结果一边已经冲出去了，球给到了原来的位置。我们看到两边好像都没有什么跟动球员，这个板凳的球员可能深度都不足。在自己的后场，台东 mixing， 奥卡内在后面做一个半场的一个防守。拦截，从后面拦截掉，接下来自己带球还是失去。5号的许荣江，到中场传给前面，一样是要再回给在中场的后卫，后场边线。看新北欧卡内是不是可以用这个后场边线来拦截球？我进入到下半场。可以看到台东 mixing 这边往前场走的机会变比较多，对，反而是欧卡内这里往往一拿到球，结果最后就发生失误。那这里的失误是出在马志宁，这边是被包夹了，往前给，哇，守门是给到守门员。球权又转移，慢下来，两边都不急哦。看哪一边可以突破僵局。如果都不能突破僵局的话，等等就是最后的突破僵局 PK。我现在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毕竟来都来了，还是得要看过一场。会不会2场冠军赛我都有机会看？但这样就要加班喽。你感觉到下半场两队体力都有下滑，因为今天的调度上面的话就没有让这么多板凳使用的球员没有那么多。对，就是同一套这样一路踢啊，中间可能就是稍微换去调配体力，下去喝个水，那休息呼吸调整差不多，又要再重新回来。那你就代表这两队其实就是想要赢啊，那冠军赛嘛，对，能够拿冠军，大家都不想去拿那个银色的奖牌啊，银色奖牌是最可怜的，因为在颁奖台上面有2个人会是笑着的，只有1个人的脸可能是会比较哭丧一点的。那这是季军跟冠军嘛，冠军就是赢最后那一场比赛。而且谁要把这个第1名第1次的冠军杯在第1届上面。要留下名字来。没错，今年台湾冠军杯是青少年足球协会跟5人制足球协会是首度的来合作举办了这个在国中组的比赛。这一次的射门又被挡下了，很可惜。看我们这个反应很快哦。对，这个如果漏过去，第2次是很有机会的。
你看第二支这个球员在这边等，哦，后卫赶快破坏掉。射门。许荣佳反应快哦，那另外也要恭喜一下杨新桥啦。刚刚会担心说他可能替不上来，经验不会是沈飞纯来的那么多。但他这几次的守门其实都是很成功的，对，反应也很快，很及时。但下半场他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因为如果后卫端一直没有办法把球控制好，拦截，然后自己带左边线一样停球没停好，这个应该换边哦，因为他在直线已经2对2，那慢下来，只能走另外一边会比较好，或是重新来。空间现在很小哦。对。旁边组织，拿个要自己带，没带好。想要往前送。我们看台东这个防守其实非常危险的哦。他第一个防守线已经超过球了，这让中间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空档。也往前场勾。出来了，就是没接好，守门员也跟着出来，给太大力了。这如果小力一点，给小力一点，这球放的就非常棒，恰到好处。周爱珍上半场比较辛苦，但是下半场现在是刚好有一波休息时间。后场边线，然后教练让他们退回去半场做防守。是新北欧卡内的前场边线。自己动，球没有给。但没有形成穿挡球，前场边线，许荣佳再次的来处理前场的边线球。哇，这一踢上来之后，直接变成一个反快攻的机会。台东 Mixing 选到自己带，两个人夹上来停球，被破坏掉。但现在是角球的机会。还是没有补的这一脚，所以赖和轩。这个防守挡得很好，刚才挡到他的射门的路线上。这个也是我们在跟后卫在沟通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你不用多做什么动作，你只要判断球线，然后挡在那边就好，你用你的身体就当做一个遮蔽物。是。所以我们这个在防守上面很重要，是看球看有谁是做区域防守的，区域防守有他的任务。那在前面是做人盯人防守，也有他的任务。对，我们在角球大概最少有一个球员会盯着一个球的路线跟防守者。这球员很冷静哦，没有急着传，本来没有急着做1-2的传球。守门员选择直接踢到前场去了，不要让球好像一直在自己的半场里面。到角落，这里要处理干净哦，看球越来越靠近了。这个很危险在里面，他想要一个快发，队友没有动。角球，没挡好，吓死！很可惜。对，不过路线没有在上面。杨新桥在守门上，对，他都没有办法直接，他的反应是快的，但是他跟沈飞纯有点不太一样，在细节上面不太一样，是他的球很容易会给对方有第二波的机会。但是，一般的守门员像沈飞纯，他会直接把它扑掉。对，这个可能是杨新桥，他如果这场比赛都是一直有这种第二波的机会的话，他后面会越来越危险。对，蛮危险的。对，因为他现在基本上，你每一颗射门的球，只要被他挡下来，他都有挡下来，第二波，可是都是有第二波嘛。
好，又是在台东 Mixi， 也往前场勾，但是身旁是Okane的球员，好，先往上带，压迫也上来，再回传。这边完全是选择要自己打。对，因为他刚刚做了一个交叉，没有传球，选择自己往中间突破，要射门。现在是打一个3-1啊，好，再慢慢的挤进来，最后是一个远射，哎呦，你看这边又有第2波，我刚刚就在刚才讲到的，杨新桥每次球挡下来就是没办法先拿好，就是一定会有第2波。这个我们在训练守门员，这个球也是把它挡到边线哦，不能往中间扑。对，要往两边。那对台东 Mixing 来讲，就最可惜就第2波都没补进。对，这就是球员的意识。好，想要再回传，就是在默契的搭配上面没搭配好。暂停要喊出来了。我想台东的教练应该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应该有注意到，杨金桥在守门上面都会有第2波。第2波的射门。球员可能要更积极、更主动。而且在处理第2波，我觉得有些时候球员在上面可能一头热了，所以现在在处理第2波的时候都会打得比较急。顺便叫暂停，让球员稍微冷静一下。第2波等等就是把他方向控制好。其实基本上方向有了，他守门，因为他会直接扑出去。守门员还没站好定位，对，他完全那边是唱空城，对，看好空间就可以了。不然的话，在10分钟过去，我们昨天是没有延长赛吧？我昨天每次都会很紧张，但是后面都没有。延长赛就是一次5分钟，是，那就一次延长赛哦，就10分钟，10分钟，所以2次延长，5分钟，然后就进 PK。这个延长赛也是对球员的体能的考验。对，其实越踢到后面，其实大家就意志力了。对，撑在那边。这个比赛已经是25分钟了，之前的比赛是20分钟，这个已经到25分钟，然后再加延长是60分钟，其实对球员的体能是一大挑战。好，大家一起来激励一下，加油加油！其实我以前我自己就很喜欢足球场上面的这种加油方式，是因为这种加油方式在足球场上才比较容易看到。棒球场的话是在就是在开场前跟最后的闭场的时候会这样做。篮球不会吗？篮球的话是大家手会举高的，对，举高然后聚在一起。是。那我小时候是踢足球，所以我小时候我就很喜欢大家这样，可以肩并着肩，把它搭在一起。对，这往前丢，好，台东 Mixing 中场，是往前勾，又进到禁区里面，但这次的角度没有走好。对，这对杨新桥来讲都很危险。哦，杨新桥心里面会不会觉得上半场跟下半场差很多，风云变色，自己工作怎么变那么多？反而是另外一边周爱珍，下半场其实有点无聊。还是要注意在发球端的4秒为例哦。发球端最容易的2个为例，一个就是4秒啦，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球没有固定住。连接下来，哎呦，可惜脚没有控好，挺没停住哦，罗玉恩。对，老师从幼稚园看罗玉恩在踢，哇，这样也是看了他10几年，看了很久了，7年8年了。好，球权会回到Okane。哦呦，这个脚力
这足下功夫还不错哦，球员的个人能力的动作的展现。速度，这有机会！哎呀，直接左脚起，前场就给到了林宇韶来追啊。林宇韶今年是国2升国3，昨天有1球的进球纪录。上半场他有一个空门的机会，看下半场能不能把握出一些机会。对，如果上半场对台东 Mixing 是有空门的机会的话，下半场就是有第2波了。对，上半场球进来之后就是有撞到门柱，那在下半场的时候，则是杨新桥在守门上面，有的时候会处理的不干净。中间。这次直接接起来。哦，来喽！快攻的机会来了，要给自己踢。哎呦，方向有调整，但是后卫也回来了，补位补得很快。但我相信刚刚暂停的时候，教练一定有跟他们提醒说，你们就控制好方向就好，因为杨新桥在守门上面经验真的很明显没有沈飞泉来的这么高。对，我们可以看出，哦，8号也是退得很及时啊。罗玉恩，他如果放弃了，这球就进了。对，这球就有了。啊，现在心情最沉重的，我觉得就是沈飞泉。但比赛还没结束啊，0-0。大脚直接起了，哦呦！这个台东可以多利用长射，因为大概在15公尺的地方。这个球门球没有人来接应，好有，没有穿过去哦。看第2支，好，有没有第2波？没有。这一次的暂停，那这样的话下半场2边暂停都喊了。但其实从上一次的暂停回来，大部分的攻门机会还是在台东迷思这。是。下半场周爱珍真的蛮轻松的。那欧卡内现在其实，在体力上面也要赶快去做调整，因为下半场他们就是一路追着球跑，那也很明显可以感觉到他们上半场的状态跟下半场是天差地别。对，尤其是进入到半场，因为他们的身形比对方差，所以他们必须要靠速度跟传导。那没有办法1对1的情况之下，有的时候你就要比较多的步幅去弥补你在身材上的差异性。那这样的话，你在体力上面本来就会耗的比较多。对，因为他们需要更多的跑动。对。那他们再来就是他们的换人也没有那么频繁，对，所以他们在场上待很久的时间。我们看到他们的8号罗以恩几乎没有下去，还有他们的5号的球员。对，许荣佳他也是一直在场上哦，而且许荣佳也很辛苦，因为一边是要一直往回冲，罗玉恩是要一直往后场冲，是，然后许荣佳是只要拿到球之后，他就一定要先往前场当箭头。所以2边就是这样一直跑来跑去，这2位球员都没下场，但是都是要一直跑来跑去，全场都要跑动。看台东这一次完了之后，会不会改变他们的打法？感觉上是在找机会，往这边找机会啊，就要直接踢了，对，哇，又撞住了，对，因为感觉上来之后都是在外围啦，就是直接要做这个远距离的射门哦，所以他，哇，有第2次哎，所以说台东可以多利用这种射门的机会。哎，这边出来喽，守门员赶紧破坏掉。
但是老师壮男自为，壮男自主，我其实是有迷信的，还是有机会。我是很相信神学的哦。好，现在要特别注意的是台东 Mixing， 感觉在这一次暂停过后，他们应该会比较注重在长射了哦，就不会硬要把球塞到禁区里。对，因为他尝试几次其实是有机会的。对。那再来就是，如果射过去还有第二波的进攻，哎呦，差一点点呢。哎，这个身体都没有转过来，很可惜。对，而且老师刚刚也有提到，就是在杨新尧这个点啊，很容易有第二波的情况之下，你用比较有距离的射门哦，你反而进去会比较空。对，第二波比较好补。就是他其他的队友是不是肯跑进去？对，够不够聪明去寻找这个球？这样就是一射门，就是全部人，你2个人就是往里面去刺。好，欧卡内也尝试一颗。球直接被断掉。好，长臂做出来，但是回防也来了，2打3哦。哇，可惜，最后球还是出界。最后3分58秒。我们看中间啊漏，啊，直接出来，是1对1吗？速度有点提不太起来。刚刚带球的是赖和轩，可是他带球感觉好像没有其他学姐们那么顺哦。他也是学姐，他是国3升高1。啊，又挡下来。哇，球一直没有带好。球出界。这球是带的比较小心翼翼一点。刚刚是孙瑞麟。孙瑞麟在预赛的时候有7颗进球的记录哦。好，基本上我这2天看的话，这个阶段比较合理的长射距离哦，是现在在场上篮球场的线的3分线。3分线。对，大概那个地方才是比较可以的。15公尺左右。对。我们看这波第2支呢，受正啊，太正太直，直接被接起来。这球也可以还有一个选择哦，他中间有队友上去接应。对。左脚，哎呀，位置被卡了一下，还是没有办法完成射门动作。后卫直接破坏掉。那后半段这个新北欧卡内有几波不错的攻势，他们把握机会。哦，再传到了心脏电刀，我这个你说有神奇啊！哇！在这场比赛有2度的被门柱所救，现在也是靠着2杆反弹进门成功。对啊，你刚才看到你刚刚讲的6公尺，何晶晶还有一次4打3的机会，他们有没有把握？对，还有1分35秒，33秒，他们是不是能够抵抗出这？要拿冠军不要加班。新北欧卡内现在只要撑过这1分半哦，就是尽可能的把所有球往后场、往自己的前场送啊。压力现在完全倒在台东 Mixing， 台东要全部上了。真的有必要的话，守门员摇出来了啦。场地没有做好，而且球没有出去哦，再靠自己的能力。好，最后是在后场直接把球给踢出去，严林熙，但依旧是前场的边线球。哇，再来射1颗，小球，56秒，进入最后1分钟停表阶段。
开球被挡掉，这波进攻花了5秒，51秒。这就是直接一个向前带了啊，就远离自己的半场。对，42秒。你看台东守门应该也上来一点了，守门可以再上来了，因为时间不多了。杨是直接把球给挤掉，哦，这边没有大脚破坏哦，还想要再往前自己带。最后的27秒，我们会看到守门前面那个站他守门前站球员前面就可以了。他现在就是把球路全部挡着，哎呦，差一点点，然后现在是要赶紧发出来。两边在缠斗，但是球还是掌握在欧卡内手上。13秒，还会有一波的机会啦，还有机会。2打1没有，球线要守住，分边中间没有出锤，被挡掉，比赛结束。新北欧卡内，在比赛剩下大概1分半左右的时间哦，进了这个价值连城的1分啊，绝杀，准绝杀。我必须说，台东 Missing 今天其实是有蛮多的射门机会，但是他们撞了2次柱子。对，没错，包含一颗6公尺的球。对，那其实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五人制真的需要他的一些打法内容。我们看到新北欧卡内他们用4-0的战术在轮转，做了很多持控球，以及发展出很多一些进攻的一些内容出来。对，创造出很多射门的机会。那由于新北欧卡内的身材比较娇小，他们的年龄层也比较低，所以其实我们很期待新北欧卡内这些球员在明年可以有更好的表现。我必须说，我这2天看了女生组，应该是有6支的球队哦。那这2支在我心中真的就是在这6支球队里面，真的就是属于冠军赛的队伍。对，而且是很明显有差距的那种哦。所以无论是台东 Missing 还是新北欧卡内，我觉得两边真的都打得很好，然后就是一颗球最后的那1分半哦，所以有些时候搏动之间，但比赛总是要分个胜负。对，所以我觉得球员落泪是因为在意，但是收拾好情绪，接下来继续的走下去。那也要恭喜新北欧卡内拿下了在今年度台湾冠军杯青少年5人制足球锦标赛的女生组冠军，恭喜你们首届冠军哦！第一届冠军，第一届的冠军很重要，会留下来的。好，那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在这边要告一个段落。下一场比赛也会是在今年的最后一场比赛，要来看到的是男子组的冠军战，请您持续的锁定这场比赛，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老师在场边的陪伴。我是秉承，下一场见了，拜拜，拜拜。我们来自不同地方，却因为同一个梦想聚在这里。我们跌倒过，我们输分过，我们怀疑过自己，
但我们都知道，只要还在场上，就还有机会逆转。这次台湾冠军杯呢，是青少年足球协会和五人制足球协会合作，第一次为了国中组呢的最强的球队能够齐聚一堂，再一次挑战他们的最强的对手。而从2024到5年的前8队来做比赛，我们希望通过强力的比赛，能够选出最强的战队与战将，能够帮助他们将来有机会更上一层楼，以及为国争光。青少年足球协会呢，成立就是为了所有的青少年。我们希望让国小到国中，甚至于高中的球队能有所发展。透过我们的协助，能够将全省的组委会的力量能够串接起来。特别是一些偏乡地区的小朋友们，他们缺了一些资源，看我们是不是能够补强。所以我们成立了这样的协会。我们未来不只是希望在5人制的比赛中能够脱颖而出，我们也希望在7人制、8人制，甚至于11人制这种国际的赛事上，我们都能够展现出我们实际上的实力。同时，我们也和进球网合作，能够推出我们的偏乡圆梦计划，帮助更多的弱势团队或者是一些学校，能够培养出他们最好的选手和球队，进而提升整个台湾足球界的实力。我们一起流汗，一起同心协力，就是想把胜利留在我们手上。不管多难，我们都坚持到最后一刻。我们都相信，努力就有可能把胜利留住。因为想赢，所以我们谁都不想先停下来。
欢迎回到2025台湾冠军杯青少年五人制足球锦标赛，在今天最后一场比赛，也同时是整个赛会的最后一场比赛了。我们要来看到的是男子组的冠军战哦，最后的冠军掌落谁家？台湾集保所屏东东港。这场比赛要来面对到的是台北海洋云豹。我是秉承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一样是与身旁的讲评。我们的刘祥新老师以及台亚卫星全体的转播团队一同来为您服务。老师午安，各位观众朋友午安。哇，我想这一场比赛哦，老师毕竟您身为这个国家队的总教练哦，所以也可以顺便来看我们未来国家的栋梁。是。那其实这两支队伍，我相信其实本身大家应该都算是还蛮熟悉的。那这个动保所这边的话，其实跟东港已经合作了11年。是。那在台北海洋这里则是算是我们在五人制的一个先驱啦，因为他们当时一成立之后，其实就是要往职业的赛事去迈进。是，没错。所以无论是男子组、女子组，甚至是现在在整个年龄层开始分布下来之后，我们都可以看到台北海洋云豹这支队伍。对，那我们也可以很期待这场比赛的表现啊。上场女子组的冠军战非常刺激精彩。没错，那两支队伍的话，其实在预赛的时候是有面对过，因为都是男子组的 B 组哦。那台北海洋云豹在预赛的时候是全胜。那这个台湾集保所屏东东港的话，在预赛输了一场，那一场比赛就是输给台北海洋云豹，1分之差，当时是6-5。那这场比赛等于说对于他们来讲算是另类的复仇之战。那看看在有面对过一次之后，双方是比较熟悉的情况之下，会不会在这场比赛会出现不一样的结果？那今天的比赛对海洋云豹的利多是对手的集保所东港他们这边的守门员1号守门员在前场比赛被红牌出场没办法下场比赛这是他在屏东的部分就一个很劣势的地方。哇，那少了一个守门员许宏凯被红牌出场。对。那这两队的话，在昨天都是轮空一天啦，是等于说是有休息过，然后今天正式的来碰头。那刚刚老师所提到的，会是台湾集保所屏东东港这边的一个蛮大的隐忧，因为毕竟少了先发的守门员。其实，在上一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守门员上来他的反应力是一回事，平常的训练一定不会少，但是能不能把守门这件事情守得比较干净，对于整个球赛的这个脉络来讲的话，也是会有差。对，而且这场重要的比赛，那现在他们上来的应该是我们所谓的第2号守门员，能不能顶住这个压力？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环。那台湾集保所屏东东港在这次来到台湾冠军杯，也是从东港国中的主体啦，1、2、3年级都有带来。那同时间的话呢，他们还借了3位，分别是来自长治国中跟牡丹国中的球员。我印象中没错，他们找的这3位都是准备要毕业到高1去。是。那就是希望能够来拿下最后的这场胜利。他们原本在教练的目标是进4强。好，那台湾集保所屏东东港在他们的阵容是许宏凯、郭伯亨、吴侃良、林奇恩跟陈鼎元，第2排张新浩、陈荣、高维忠、林宇翔跟方汉，第3排沈以恩、陈杰瑞、陈泽、刘王维安以及潘正杰，在第4排的话是彭正云、江玉德以及杨俊祥。好，那台北海洋云豹翁少豪、钟奇恩、周宣伟、郭瑞佳、罗祥安、张学成、施子毅、陈品翰、许立峰以及李英寿。那来到的第3排的话是杨敏翰、洪景祥、郭彦希、郭炳佑以及罗仁佑。在第4排的话则是洪宇伦、严崇凯以及叶新阳3人。施这个姓真的是很少见，很少见。对，我好像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蛮期待这场比赛的因为上场比赛是由我们的新北欧卡内他们有很好的五人制比赛的一些内容，他们用他们40的阵型来击败了台东的这部分。那么这场比赛同样的也是我们海洋云豹他们也是将以40
为主一个阵型。那我们看来期待这场比赛是不是有更精彩的一个表现。不过台北海洋云豹这边阵中有超过10位是要升高一的小朋友，所以也要看他们的成熟度会不会再更高。是。这一场男子组的冠军战正式开始。青绿色球衣的是屏东东港。海洋云豹一开始就以高压的方式来作为他们防守的一个策略。分边带中。这个一个很好的机会传中啊，可惜队友没有抓到球点。但在男子组这边压力最大就是你每个细节都要做好，你没有做好，那就是给到对方机会。对。脚滑了一下，球没有保护住，但自己的队友回防得很快，所以最后球权又拿回来，起脚射门。远射，这个距离有点远，角度也不是很好。被拦截，可惜还好。这几次要往前场送，但都是送到了台北海洋云豹的脚上。看分边，海洋云豹一直在传导找机会，1对1的机会偏掉，起脚之后完全偏掉。对，这个也获得一次。海洋云豹这边也有累积了一次的犯规。刚刚起脚的是张新浩。张新浩目前在这次的赛会里面有6颗的进球纪录，也是在屏东东港这里进球纪录最多的球员。小球开进来，背后没有看到自己的队友，好出去，但是没有队友来接应，接到对方的守门员手上。球又漏掉，守门员碰出界，所以会是一个角球。胡瑞佳发进来，就守门员直接挡掉，接起来，等一拍之后再往前，直接让球去离开自己的半场。这应该是在屏东这部分，他们自己的半场没有一个好的一个接球点。对，球员全部都挤在一起。对，要所以把球直接往前丢。差一点是穿裆球，但是又挡下来，一样是直接往前丢，前锋跑出来，拿到球，我回防也回来了，假掉，用自己的个人技巧，差一点点很有个人的能力哦，张新浩。一个过2个，加上来还是有过去。许立峰再回给林寿，球被挡出去。海洋云豹的前场边线球。看起来这场是不是有人在旁边应援啊？我怎么听到音乐声？对。这对球员来讲是好事哦。未来如果出去国际赛比赛会越来越吵。李英寿，再回给徐立峰，往前勾，看队友没有跟到，这个球是直接出界外，这球员回到屏东东港，拉脚往前场给，后卫再直接破坏掉。你可以看出，东港没办法把球导出去哦，只有把球往前传。球被挡下来，断掉，2打2，慢下来，重新来组织。手没有拿稳，往球门过去，但是是直的，又被挡下来，起脚。这个应该可以做传球哦。
传给左边一角球，再传给埋门在2杆的右边的球员哦，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好的球员太极的起脚。但球权还是在海洋云豹脚下，郭瑞佳顺便再给到施子毅，结果守门员把球给掌握住。哦，施这个姓我刚刚稍微查一下，这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在中国都是很罕见的姓氏啦。那他是应该是原住民族的一个姓氏哦，是新竹的塞夏族人。塞夏族，这个姓啊，包括像什么风豆丝根啊，就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丝哦，通常在苗栗跟新竹一带是会出现这个姓。偶尔在这种基层看到这种比较特殊的姓氏，稍微科普一下。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塞夏族人啊，这个我都不确定。只是这个姓通常会看到的话，会是在这个族人这个族群里面。突破3打2，好分另外一边，但穿裆球没有成功，被挡下来。但大部分其实都是球在海洋云豹的脚下。对，海洋云豹其实可以再打稍微慢一点哦，多做一些传导。但我想这就是冠军赛的氛围啦。你看上一场比赛台东 Mixing， 其实你也可以感觉到他们到下半场的时候是比较紧张的。现在海洋云豹直接把球破坏到后场去。球员太急了，想拿下第1分。对，往往就是你急了之后，你整个身体是很僵硬的，所以处理起来就会没有办法那么到位。好，先等在分边，顺便再阅读防守。不过现在是打到在一起了，哦，没有掉。突然间有人从我的镜头前面走过去。好，现在再直接往球门这边，就是直接守门员把球给控制住。打慢，海洋云豹一样是在中场的周围斜传对角线的传球，这是5人制里面很常一个接球的一个模式哦。往中间，然后对角线拉出来接球。球被断了下来。一样是没有起脚的机会，再往里面传，最后是守门员出来，赶紧把球给控制住了。哇，球真的很大量的，其实都是在东港这里的半场啊。你看刚才这个球员呢，重心偏掉了，所以没办法把球拿好。哦，没给好，队友已经动了。对。张学成今年是国2升国3，这次赛会里面有2次的进球记录，来到前场，这边看起来是要1对1了，但是还是没有给到，球又被断下来，又转，这边2打2，哎，倒地，然后再传中，给2杆资源的球员很可惜，没有跟到，没有碰到，这个挡到就有很大的机会。那我们看那个球员很好的一个接球的意识哦，对，已经有意识到了，赶紧滑了。所以球又回到了断下来，云豹这边发生失误，前锋跑出来，但是回防也来了。海洋云豹回防速度其实真的都蛮快的。洪景祥，这到冠军战，大家的都有一定的水准观念呢。你看角球，一脚中传中，传中没有。哎呦，差一点点。这次的起脚一样是给到张新浩，又是一次角球的机会。
就是直接拉开带边给到高维中，回还是自己转，看前方起脚的机会被压缩掉了。高维中今年是15岁哦，所以没有意外的话，他应该也是准备要升高一。这个高调直接射门哦，所以现在国际赛上面很常见的一个射门的方式。尤其在边线啊，边线就是高调进来一传，然后直接射门。是。这几波不断的攻门，但是还是没有攻破台北海洋云豹的球门。这靠近开始，郭瑞佳在这个角度起脚没有很好一个角度哦。对。海洋云豹中场的盘球，现在都是1对1，但是在近半场的时间没控制好啊，盘球带得太久了，所以就这样过去15秒啊。好，那现在这样的话，再往前。会给自己的守门员大脚一开，中场直接被挡下来，再起脚，还是歪掉。这球停下来，向后给到队友，再重新回到后场进攻，压迫上来，有人倒地，前方是1对1的机会，被勾了一下。施子毅，哇！教练现在在争取，他觉得刚刚被勾的那一下不合理啊。好，来看一下，看这边的一个争议。位置有卡进来啊，就是最后勾的这一下。教练有的时候出来争取，也是为小朋友的。对，海洋云豹2次的犯规了。传中哦，这个塞得太快了一点。有看到空档，队友还没进去，还没到空间里面。慢慢的把空间压迫上来，这也是没传好，被东港拦截了下来。球随在中场，最后拿到球的还是海洋云豹。大家往前传，中间有没有人跟上？没有。哇，这几波传中都是有空间出来哦，但是无论是施子毅还是刚刚郭瑞佳，跟的都没那么快。对，队友都还没到空间，对，拿到球。因为现在传中的这一拍啦，其实无论是5人制还是11人制都很重要啊。基本上在进攻端能够到了前面的半场，在这个大的禁区外啊的这个距离上面的话，能够有传中的机会，其实那几乎就是等于要起脚了。对，在这边刚刚可以看到，大概都在15公尺的范围之内，拿到推了一步，可能就可以射门。对。或者是说以多打少一个机会都有出来。
紧要把球给控制好。球权一直变来变去，我们双方都没有能够拿下来。但海洋云豹这次在起脚射的比较直。今天的守门员是吴凯源，因为许宏凯红牌被禁赛。吴凯良他在这届的赛会里面也有1颗的进球记录，所以有必要把他拉出来的话，他也是可以出得来。然后直接后卫破坏掉。球没有停好，这个球员41号改变了策略，直接一脚带球走哦。球带的太大力一点点，球被拦截下来，还是屏东东港的球权。哇，这样两边来来去去哦。上半场的时间剩下刚过剩9分钟啦，那两边目前都还是0-0。哎呦，这边没有人呐、这个就是他知道要传这里，可是他没有在看。轮转的确是要传到这边，是没有问题的啦，但你的队友根本就没上来。回守门，东港回守门。人，两边现在光是把球给保护住这件事情，其实就做的有点辛苦了哦。对，因为海洋云豹在前场防守很高压的方式。其实这也回归到我们在今天前面几场比赛有聊到的，就是当然系统性是足球不可缺的一环啊，但是你个人的技巧要先建立起来。对，现在就变成是你有系统，可是你个人的技巧只要一被压迫就会漏球，一被压迫就会漏球。对，你的个人持球能力不行，传球不准，对，或是个人的基本动作没办法摆脱突破这部分。对，这样停球就对停到对方脚上。对，停给对手。到前场用身体先卡哦，身体卡是卡得漂亮，但是球还是没控制住，又回到了海洋云豹这一边啊。那海洋云豹现在在中场啊，接近15尺这里就进不去了。然后东港的反击球没给好，自己拖慢了速度。这个后方球也是直接被拔走，2打2的机会，但是还是一样失误收场，两边都是这样失误收场。这个在最后关键的这个盘带能力很重要。对，就是你球一停下来的那瞬间，对，盘带能力中会不会就是会啊？能不能带着顺畅？能不能够带着顺畅，那就会取决于你接下来有没有起脚的空间。是，你带不顺就卡住了。对。圆点漏给圆点，这边也是在自己的半场比较危险的一个位置哦，先破坏掉。刚刚就是张学成，好，屏东发给守门，转头是1对1的机会。但1对1第一拍已经被张学成跟到了，这个很可惜，屏东东港没有射到球点。刚刚起脚的是林奇恩，奇恩在这届赛会目前是4次的进球纪录。他是2011年的小朋友，所以今年度的话应该是要国2升国3。云
云豹前场边线。你看何教练他们的战术蛮多的，我看他们怎么执行这一颗。哎呦，直接射门大脚一起，天下还是比较大。好，球门球。压上来，但是自己的距离没有拿捏好。这个传球很可惜。这个用动作骗了对方重心。角球，一样往中间塞，很可惜。有看到空间了，传球的路线都出来了，队友没有射到。这球又回到了台北海洋云豹。这次是在射门，直接挡掉。好，2打2，然后给队友。但东港的回防也回来了，两边在回防的速度上面都做得还不错。对，最后一场球赛，两边都想留下记录。对，其实他们已经在记录里了。明年有秩序册的话，他们已经会在这个秩序册上面了。是。但是人人都是希望能够拿下最后一场比赛胜利，第1名。对，而且又是第1届，第1届的冠军哦。OK， 这次的射门前面其实是干净的哦。对，这个射门都太正了。对，但就是射的比较正。对，金翔挡下来。射门还剩3分钟。加速过3打2。分边，哎呀，守门员上来第2波。这个射到哪里去？他想要外侧射门。他想要外侧射门射到脚背，这是闵浩，杨闵浩。其实从这几次射门，也可以感觉到小朋友那种多少应该还没有放，对，还没有完全放开来。而且这一场的观众真的还蛮多的，还包括应该是等等要上来一起做这个。颁奖的一些其他球队一起坐上来，所以那种观众感是真的，大家会在旁边欢呼啊。对，那海洋云豹也是他们的，算他们的地主哦。对，也很多加油团来这边。他们就等于是海洋云豹的小军啊。是。其实这个球衣对他们来讲是容易，但同时应该也会有一点压力啊。一脚被挡掉，本柱直接站在球线上，回头再重新组织一波。上半场准备要进入到最后的1分半。好，他现在传导轮转，没有给好。轮一轮之后又自己发生非收波性失误哦。东港后场的边线球直接往前给，长的加速，他想要找背后的空间。没有队友进来。再传，传挡球，对，他看到空间了。我这几波可以看到施子毅在控球端上面就算还蛮冷静的。
带进前场，施子毅再挽回给到队友来起脚，但滑了一下。刚起脚是李英寿，李英寿是目前的进球王，8颗的进球。看上半场时间不多，直接就踢了。好，上半场两队不断的在互换球权，都没有办法来攻破对方的球门，0比0，双方平手。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了。
欢迎回到2025台湾冠军杯青少年5人制足球锦标赛最后一场比赛了，男子组的冠军战，台北海洋云豹跟台湾旗袍所屏东东港上半场是打了一个0-0平手。是上半场其实比较多就是在球权互相就是在转移那停球的细腻度很容易就是一停球结果是停到对方脚上。对，这个人的技术还是需要一直持续的加强。对，男子组因为节奏比较快，所以变成你如果真的停不好球，就变成对方要打反快攻，结果对方也停不好球，然后又再回到你的脚上。那下半场是，请说。最后的25分钟。对，但我隐隐约约有在期待，我这一场比赛都没看到 PK， 那 PK 的那个张力其实很高的。对，这考验了两边的守门员。对。那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还是一样，我们在足球比赛阵型里面最常出现的，台北海洋云豹主打4-0以及屏东东港主打3-1的这个阵型来对决。下半场第一波球权是云豹，台北海洋云豹。往里面给拦截掉。其实上半场的25分钟过得还蛮快的，对，因为两边就是比较偏向是要尽全力去控制住球啦，没有什么能够直接来攻门的画面嘛。但是两边节奏都很快啊，对，让时间一下就感觉过去，就回过神来这个已经穿过去这个机会很可惜哦。这应该可以持球下来，等守门员出来。等守门员靠近再推给队友啊。角球，然后大脚一起。这个就是我们在看这个何国珍教练很有经验的去指导学生怎么去做这些跑位。其实，在5人制边线传进来一传，然后直接起脚，这个很常见啊。但对，真的。你那一起脚，如果偏差这么大，还是要去调整一下哦。他的位置站的并不是很好哦。对。哦呦，转身，守门员。海洋云豹角球，再一次的角球机会，李英寿。台北海洋云豹的进球王，给到第2排，哎呦，这边也是直接像炸弹一样炸到2楼去，徐立峰，这种都是太紧张了，对，身体都没放开来。所以虽然已经过了1个礼拜了，但其实这场比赛下来还是会紧张。我觉得昨天有休是有差的昨天有休对于身体来讲是有休息到，对，会有恢复比较多。对心理来讲的话，我觉得有一些时候反而你会多了一天去思考一些有的没的，胡思乱想。因为反而你今天一来，一开始还要再调试一下你的心情情绪上面会很紧张。但身体上面绝对是会恢复还蛮多的。这也让球队多了一天做准备。对。那这对教练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这个空间出来了，很可惜。一样是在射门的时候，对，最后一脚没有办法完成它。机会制造出来了啦，而且是很漂亮的机会再来看一下，这个1对1过了之后传球也是一样传，然后在这里起脚，而且这边其实基本上徐立峰一起脚的时候，前方是一片空。对，这队友没有2杆的队友。好像应该想办法掌握这一波的攻势那上半场屏东东港这边大部分的前锋都是交给张新浩来跑，那
张信浩在上半场是有几次来射门的机会，对，有几次威胁性的射门。那他也是属于那种有个人的带球能力，有个人能力，然后身体强度也有，身体强度很够。那他其实很厚，我刚刚每次看到镜头拍到他身上的时候，拦截，守门员这球没有给好，挡下来了。守门员还是要去注意到2次回传的问题，所以球员要赶紧去帮忙处理球。这种起脚都是太紧张了，所以身体很僵硬，而且太远了。对，守门大家都准备好了。4打2，放没给过去，太慢放了。第一时间没有放，第二时间被拦截。好，这刚好找到机会，这也很可惜。这是我们在讲防守上面的谁去对人，然后这个传球路线没有封住，让海洋云豹有这个路线给到了对手脚下。哎呀，被挡下来，第2拍，赶紧把球往外面扑。第1拍发现球没有掌握在自己的怀里面，对，东港吴坎良，算反应也算是快啦，就赶紧把球给删出去。第2波的防守，这是在我们守门员上面必须要做到的，做到第3甚至第4的一个防守。而且他有进球记录的话，代表他平常应该是后卫，因为真的是自己原本先发的守门员许宏凯。红牌被禁赛的情况之下，临危受命。这个都太紧张了，可以再做细腻一点了。其实从上半场一路到现在的话，台北海洋云豹都是有射门的机会，对，但他们的机会把握度，对，把握度非常的低直线没有自己带中。斜线，再回。不过现在在这个位置的传导都还没有威胁性。对，他在吸引防守者最后还被迫要回给自己的守门员，重新再从自己的后场来推进。好，空间拉开来，但是中间球路比较长的情况之下被断掉，大脚向前送，哎呀，滑掉。这也是一次好的机会但是自己重心没传得太远了。他应该是想要传给他的脚下，让他控好射门，因为他这个传球路线有点长。对。不过能够在视野上面看到这个队友，算不错了。中间又被截断，前方2打2的机会，选择用慢的，但1对1被守下来。另外一边海洋云豹多拉少，球也没抱好。你看，不是先发的这种守门员，不是平常一直在用的守门员，都会有这种对在接球的部分接不太干净。海洋云豹换了一组，现在是罗仁佑，然后还有杨敏浩上篮，同时的话，陈品翰也上篮。我们刚才可以看到海洋云豹做了几次很有威胁性的传球，但都没有把握机会现在一些路线可能被东港看到了，又被挡下来。对，前锋现在冲出来，另外一边台北海洋云豹有留一个 safe 在自己的后场。后卫直接把球给破坏掉，现在是边线发球。对，这个没有挡住传球路线，让他直接传到中间。哎呦，这边是大好的机会，进球！东港进球！东港的张信浩
个人在赛会的第7颗进球。好，这个传球被拦截哦。对，哇，这个传球一被拦截，几乎就是对，我们看到这个赤裸裸的进攻机会。守门员已经先做了动作，让他抓到看到空间。守门员在上半场很多次的看到张新浩的盘带能力，所以我觉得他心里面是知道张新浩他是有这种一个人能够单刀直入的机会对，所以他就比较早的去做动作，但是这一做反而就给张新浩射门机会。那现在压力来到台北海洋云豹了。台北海洋云豹，我觉得他的问题跟台东一有一点像，就是他们的进攻机会都有，但是球员超紧张，没有把握住。对，所以就是都到了一个好的位置、好的这个出球点了，但是你最后面的结果是天差地别。对。而且现在，因为在最后的这15分钟，他们要来追分，所以他们必须要一直去提醒自己，要冷静一点，要再冷静一点。对，然后他们的跑动也要更多。对，这个你看都被前锋直接往前面跑，但是对方的后卫退得更快。他们一些战术大概在这个屏东东港应该都有研究过，有分析过。很多传球现在都被断掉了，就是在射门，守门员直接挡掉。角球的机会，好，再等一拍，再等一拍，后卫对位上来了，找不到队友给，再分到另外一边的队友，有没有保险分？大脚，这个是。打到了在球门后面的墙壁。海洋云豹现在是尽可能的去换人了，要维持住速度他应该把他地主的球员换上来，再换回来手底下，哎呦，中柱啊！最后是出界，刚刚那个角度，对，角度已经很小了。一样是在半场不断的在威胁。又回到屏东东港的球权，大脚直接往前场开。用背后把球给护住，队友想要把空档给跑出来，但是球没有机会给出去。两人之间的穿越球，但是张新浩的位置被卡住了，没有办法跟到。屏东，海洋云豹在落后一球跑动的上面比较积极了一点，转的也比较快了。再给回来，这又是再拉到中场，空间要再打开一点。分边再回，旁边的防守者跟的也很快对，海洋云豹的确现在脚步是更快，但是屏东东港跟得上。这现在如果屏东东港想要把冠军杯留下来，就要加强他们的防守，在防守上面，要跟得更到位。大脚直接把球带到了球场另外一边，所以要从后场再重新发动。台北海洋云豹1分的落后。回到中场，队友来接应，带到另外一边，直线没有给到，对，被断掉。张新浩的运动能力很够所以被他防守到都要特别注意他可能关键就会在你的身旁。这屏东球员的一个
风格，对，打球很拼，然后很强悍。这个，哎呦，再扑上来，过去了吗？哇，吴凯良今天心惊胆跳，但是他到目前为止守门是守得很不错的，但就是一样，2号守门员，对，球都是没有办法第一拍就抓牢。剩下最后的10分半哦。东港的球权，哦哟，这个转身转得漂亮，靠在对手身上，然后再传中，但是队友好像没有意识到，球权没有掉，保护住，再回给后场，重新组织一波。是想要再分，但是这球给的比较软弱。另外一边，守门员上来喽。这传的太小力，球员不够积极去等，在那等球哦。哇，这一波其实稍微有一点晃神的感觉。对，就我们看看这边这一球，球员在等球，守门员也出击的很快，很及时。郭瑞佳其实他这一刻如果再更积极一点去处理球的话，是很有机会把球去越过守门员哦，因为吴凯良是直接扑出来。对，我们他对角，他的队友也跟在对角，对角也有个传球点。场面现在喊出暂停哦，因为台北海云豹在这几波的攻门机会一直被挡下来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他们球员稍微有点丧志的感觉。教练应该要赶紧让他们去恢复到原本的活力，因为其实一路到现在的话，两边在攻门的机会是台北海洋云豹比较多。是，那屏东东港基本上就是好像一把剑啦，99就是蓄力一次，然后全力的灌到了对方的球门身上。那张新浩有成功1颗啊。这就是我们前面讲哪一队的机会把握度高，失误率少。好像前一场比赛，后来这个新北的康内把握了一些机会。很嗨哦。奇怪，为什么没有听到现场有音乐？哇，他们音乐其实没有到很大声，但他们还是跳得起来。最后的10分钟了，角度被压缩掉。对，这个你能看到东港防守的很积极哦。分边被夹起来喽，还是所以呢，射第2支选择了第1支。然后要从后场开始打。哎呀，再给中门队友没有跟上来。另外一边是自己在带球。哦呦，那能力是真的好。这次是换成高维中。4秒钟，4秒钟的发球为例。好，8分半，1对1一路的往后场逼，突然间加速上来给压力，这个2打1没有过，这是属于张新浩的节奏控制。他是，他的护具掉了，这个5人制里面这个袜子啊，足球里面都一样，那一被护镜削到，被鞋子削到，袜子就破了。对。
传导能不能找到机会？屏东人盯人其实跟得很好哦。到中场，对他屏东，我们看到他很积极防守，为了想要拿下这场胜利哦。这边找了被绊了一下，这个第二拍再给到中间啊，这个差一点，很可惜的创造者很冷静，球员很冷静，创造出了很好的机会。哦，那在最后一拍才做传球。又回到了自己的后场。这个在国中的阶段训练出这种传球是真的不容易。因为很多球队的球员大概在前面第2颗、第3颗传球就会射门，要么停不下来，要么直接转身射。对。其实如果以现在系统战来讲的话，台北海洋云豹其实踢得比较好，但是他们就是最后那个临门一脚欠缺的那一脚。喂，这又来一次中柱！前面突然间又是一个赤裸裸来挑战守门员哦，这一次是被球门的门柱救了一把，跑到前方的前锋是林奇恩，有这个撞柱，但我觉得感觉这守门员洪景祥心应该是漏了一拍啊。台北海洋云豹，给进来，再勾出来。犯规，这个在这是禁区里面的吗？禁区里面吗？是后面有被拉了一把，是不是？这个张新浩对裁判老师讲话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用身体卡位的是郭瑞佳，我看起来后面是有往腰部这边啊扶了一下，那这一扶其实就是在视野上面会觉得是被拉了一把。林奇恩，所以防守球员要推到球门附近了。这次的自由球，我们看看怎么处理这个自由球。第二次是不是传第二次还是直接射？直接射，被直接射来。其实我一直觉得在5人制这种你第一拍就是很容易被人墙挡下来，除非你真的可以勾上去。这个射得很精准这次我们去参加泰国邀请赛，我们要看到那个沙烏地阿拉伯有一颗也是很精准的一个传球。对，这个又中柱，这球员已经做得很好，摆脱了对手张学成，今天感觉对台北海洋2打2，后面又被勾了一把。这次会拿牌呢？黄牌出来，黄牌是给到了方翰。然后这里比较明显是对人不对球。对。这个犯规值得吗？刚刚好，因为在剩下4分钟的状况下，我们来看他选择直接射门还是传球。上一颗自由球是选择直接射门被连墙挡下来。不过现在距离比较远，我觉得如果要直接射10公尺左右，对，是有机会的他会漏过去吗？第二个球员。操刀的是李英寿，选择用传的，但是后面马上被截断，被对手识破。球再带出来，想要直接射门。现在还有
找球的机会。没有对手在第二支，进入到最后的2分45秒了，大脚往前给，守门员知道中间往回回传，这边是多打少的机会，这个3分失误，现在要赶紧回防喽，先是1对1，后卫能不能挡得下来？好，后面球夹回来，这个给球。现在要做得很细腻啊，不然的话球又漏到了屏东东港手上。守门员出来把这个踢走，现在对方1对1的机会，守门员出来挡掉，还有一波，哇！今天吴坎良临危受命哦，对，上来封阻的角度，头都用上了。今天如果真的要颁 MVP， 然后是颁给谁？守门员很可惜，没有能撑下剩下的2分钟。史立峰，哇，我们太搞舒服守门员了。这就是靠着时间差趁着对方其实还在 setting 的时候，直接开进来，还没有站好位置。对，大家可能都还在想前面那个挡得漂亮。哇，那这样的话，比赛回到原点喽。1分30秒，台北海洋云豹有机会在最后这1分半，再把球送到了球门里面吗？又被挡下来，第2波，再来一波，再挡。这守门员今天挡的位置一直很好，都挡在球的路线上。虽然说刚刚还是漏了1球，但是今天我真的认为吴坎良临危受命能够做到这样子是很棒的。他可能自己都没有准备要上来当守门。对。再往前给，现在前面1对1被铲掉，有没有犯规？进去犯规就是 PK 了。在里面吗？因为这个铲的动作是比较明显一点的，从后方铲了过来。裁判要看。然后现在倒在地板上面很不舒服的林奇恩。这如果犯规是在外面，这如果犯规的点应该是在外面，球很明显的在外面。如果有犯规的话，现在裁判需要看。对，但是这个最后面还是要看裁判，因为他是挡到球。从刚刚我们重播镜头上面看的话，是在禁区外啦。对，在禁区外，就是看有没有犯规。这边是直接给到黄牌了。裁判认为有犯规，然后是1对1的。这场比赛的第2张黄牌。刚刚是给到谁？是给到云豹的陈品翰。两边现在都还有机会。林奇恩这个是撞到下裆吗？还是大腿内侧？因为他看起来一直都很不舒服。现在是裁判还在看，所以刚刚的黄牌并不是直接给到犯规。对，刚刚是不是球员这边有一些言语，所以才会直接被给黄牌？因为现在裁判还在看，所以刚刚应该不是说就是直接有一个判决出来，这个黄牌应该跟刚刚的有没有犯规是没有关系的哦。应该是球员起来之后有在 murmur 啊，就是在回板凳区的路上有在 murmur。有的时候国中生啦，因为到了国中阶段，大家开始比较多的去面对到网络的东西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话会控制不好。而且又在最后的关头剩下1分钟，这个状况通常要到高3才会开始比较好，高1、高2都有机会发生这种事情，而且又比较血气方刚一点，要吃过一些苦头，吃过亏，对。
所以现在才来看刚刚那个到底有没有犯规。对，这都要经历一些教训之后，才知道自己要该冷静的时候该冷静的时候，对，或者是有些时候不可以讲，那个时机点就是不可以讲话。对，你避免争议。因为这最后的57秒哦，这颗进了大概就是已经非常有可能，对，就可能是制胜分了。哇，这真的很紧张哦。所以老师也看得比较多次哦，因为想要看得更谨慎一点，因为这一次判下去，这或许是会影响到这场比赛的胜负。对，因为虽然我们在看，应该是在不是 PK 球，应该是在 PK 外面，但是因为这个距离球是一个非常有可能是一个很决定性的一个自由球。对，那如果是的话，就要看东港怎么做。那如果不是的话，就是没有，看完之后没事哦。现在换成是东港的教练吗？好，没有，东港教练只是在调度。哦，没有，他还在 argue， 有在 argue， 对，我以为他在调度。哇，结果是直接东港教练黄牌一张啊！哇，等于说在最后的这57秒出现了2张黄牌哦，两边都有。因为现在在实验制的部分也是一样，实验制部分现在只有队长可以跟裁判 argue， 对，就是询问啊，不能说 argue 啊，对。那其他球员只要询问就是那个。第二张一样是给到教练，教练很不满意刚刚的判决，直接连续的领2张黄牌，那就变1张红牌了。那这样的话，教练可能要先离场了。教练为小朋友去争取权益哦，那也包括为自己的学校来争取权益哦，这个是能够理解的啦。但是因为裁判已经给他1张黄牌，他就应该已经先，这可能情绪要缓缓了。因为其实，在播基层的时候，我还是得要讲哦，这有些时候大人怎么做，小朋友会看在眼里。所以这样子去争取权益，那是因为我们看的比赛多，所以我们会知道说他是想要激励小朋友，跟想要帮小朋友去争取权益。可是有些时候，小朋友会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他长大之后会不会也这样子去 argue？ 那是另外一回事哦。不过我相信教练的心是想要小朋友好了啊，他现在神情有稍微放松了啦，那就看小朋友能不能够去回应到教练的期待。因为台北海洋云豹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其实说实在话，他们有很多的射门机会，但是就是都差临门一脚。是。好，那被赶出去的是东港的教练嘛，东港的嘛。好，那现在就看东港，单刀球，要的挡一球，又挡到第2波，还是要挡到后卫，再来第3波，第4波。哇！东港已经尽可能的去挡球了，跟台北海洋云豹。东港一直很尽力，对你说的球员都一直很尽力用身体去防守。最终是许立峰这次赛会的第6颗进球，虽然在最后的1分钟内，第1波挡下来，第2波也挡下来，第3波也有，但第4波真的没有办法去控制球，而且没有后卫在回来的时候是直接把球给破坏掉。哇，这个动作太大了，有手部的动作出来，哇，这情绪上面都开始起来了，所以我刚刚才特别提到东港的教练可能在抗议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多少会去影响到场上球员的情绪。有些时候教练会想要激励球员，但这种激励方式可能就有需要再做讨论了。好，接下来再看这一次的自由球，徐立峰开得太快了一点点。
这应该让他慢下来，因为剩下30几秒。我现在不需要急了，对，分差破坏掉最后的30秒。应该想办法去持球。球最后是开出界外。哎，这边有接到哦，啊，又被绊一下，哇，疑似第2张，哇，最后的这1分钟状况比较多哦。这次的犯规是给到了张勋浩。过去的这1分钟啊，真的是发生了还蛮19秒，看在19秒，屏东东港这边有没有机会把它逆转？追平，对，追平，要追平，逆转局势。这个拖把没有拖干净啊，再把球童叫回来。接开被挡下来，接下来在最后的16秒，直接往前甩，要有人接到，哇，也是直接被破坏到后场。接下来又会是球门球，10秒钟，好，给一个合理的。台北海洋云豹现在其实就是要有起脚的机会。另外一边，比赛结束，台北海洋云豹2比1收下了今年台湾冠军杯青少年5人制足球锦标赛青少年男生组的冠军。哇，最后57秒，台北海洋云豹，哇，这场比赛峰回路转，从原本东港先进了第1颗，当时是下半场，大概剩15分钟左右，接下来台北海洋云豹追了上来，然后最后许立峰一样是在下半场。剩不到大概是50秒出头的时候，再补上第2分，制胜分。对，台北海洋云豹的逆转胜，没错。哇，这场比赛我想对两边的小朋友来讲的话，也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台北海洋云豹其实这整场比赛，他们有很多的射门机会，可是我觉得很明显的可以从画面上去感觉到小朋友的紧张。是今天最后一场很重要的比赛。对，那东港的话，我想。教练跟这个裁判的沟通啊，那对小朋友来讲，其实后续他们的动作也比较大一点。是，那当然这个就是在当这种学生运动员哦，你每一个阶段都有要去学习的地方。那在国中的阶段哦，最容易失控其实是情绪。对，所以在国中阶段，我觉得除了去训练球技以外，接下来就是要去训练你的稳定度。那稳定度通常都是来自于你的情绪，你能不能去控制住？你不能太过兴奋，但你也不能太过丧气。但是我想这两边都给我们看到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冠军战。对，两场的冠军赛都非常的紧张刺激。对，哇，这个在上半场女子组也是最后的1分半。对，那这场比赛的话，真的是打到了最后的1分钟秒，我们才终于好像看到了有一边比较有希望赢下来。那这个是台北海洋云豹来收下第1届台湾冠军杯青少年5人制足球锦标赛最终的冠军，恭喜你们啦！其实不论输赢，我们两场4队的队伍哦，表现都很精彩。没错，
其实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能够在基层把这个舞台建立起来，能够去感受到所有球员在足球端上面他们所付出来的心血。对，我们这也是很开心、很高兴，这个中华民国青少年文字足球协会可以办这个比赛，让大家有多一些比赛的一些经验。好，那这也是我们在比赛的最后一场的转播服务了。那接下来的话是颁奖典礼啦，也请观众朋友们不要错过。那今天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也感谢老师在场面的陪伴。我是秉承，与台亚转播团队共同与您说声再会喽，拜拜，谢谢，拜拜。我们来自不同地方，却因为同一个梦想聚在这里。我们跌倒过，我们输分过，我们怀疑过自己，但我们都知道，只要还在场上，就还有机会逆转。这次台湾冠军杯呢，是青少年足球协会和五人制足球协会合作，第一次为了国中组呢的最强的球队能够齐聚一堂，再一次挑战他们的最强的对手。而从2024到5年的前8队来做比赛，我们希望通过强力的比赛，能够选出最强的战队与战将，能够帮助他们将来有机会更上一层楼，以及为国争光。青少年足球协会呢，成立就是为了所有的青少年。我们希望让国小到国中，甚至于高中的球队能有所发展。透过我们的协助，能够将全省的组委会的力量能够串接起来。特别是一些偏乡地区的小朋友们，他们缺了一些资源，看我们是不是能够补强，所以我们成立了这样的协会。我们未来不只是希望在5人制的比赛中能够脱颖而出，我们也希望在7人制、8人制和甚至于11人制这种国际的赛事上，我们都能够展现出我们实际上的实力。同时，我们也和进球网合作，能够推出我们的偏乡圆梦计划，帮助更多的弱势团队或者是一些学校，能够培养出他们最好的选手和球队，进而提升整个台湾足球界的实力。我们一起流汗，一起同心协力，就是想把胜利留在我们手上。不管多难，我们都坚持到最后一刻。我们都相信，努力就有可能把胜利留住。因为想赢，所以我们谁都不想先停下来。我们来自不同地方，却因为同一个梦想聚在这里。我们跌倒过，我们输分过，我们怀疑过自己，但我们都知道，只要还在场上，就还有机会逆转。这次台湾冠军杯呢，是青少年足球协会和5人制足球协会合作，第一次为了国中组呢的最强的球队能够齐聚一堂，再一次挑战他们的最强的对手。
而从2024到5年的前8队来做比赛。我们希望通过强力的比赛，能够选出最强的战队与战将，能够帮助他们将来有机会更上一层楼，以及为国争光。青少年足球协会呢，成立就是为了所有的青少年。我们希望让国小到国中甚至于高中的球队能有所发展。透过我们的协助，能够将全省的组委会的力量能够串接起来。特别是一些偏乡地区的小朋友们，他们缺了一些资源，看我们是不是能够补强，所以我们成立了这样的协会。我们未来不只是希望在5人制的比赛中能够脱颖而出，我们也希望在7人制、8人制和甚至于11人制这种国际的赛事上，我们都能够展现出我们实际上的实力。同时，我们也和进球网合作，能够推出我们的偏乡圆梦计划，帮助更多的弱势团队或者是一些学校，能够培养出他们最好的选手和球队，进而提升整个台湾足球界的实力。我们一起流汗，一起同心协力，就是想把胜利留在我们手上。不管多难，我们都坚持到最后一刻。我们都相信，努力就有可能把胜利留住。因为想赢，所以我们谁都不想先停下来。我们来自不同地方，却因为同一个梦想聚在这里。我们跌倒过，我们输分过，我们怀疑过自己，但我们都知道，只要还在场上，就还有机会逆转。这次台湾冠军杯呢，是青少年足球协会和5人制足球协会合作，第一次为了国中组呢的最强的球队能够齐聚一堂，再一次挑战他们的最强的对手。而从2024到5年的前8队来做比赛。我们希望通过强力的比赛，能够选出最强的战队与战将，能够帮助他们将来有机会更上一层楼，以及为国争光。青少年足球协会呢，成立就是为了所有的青少年。我们希望让国小到国中甚至于高中的球队能有所发展。透过我们的协助，能够将全省的组委会的力量能够串接起来。特别是一些偏乡地区的小朋友们，他们缺了一些资源，看我们是不是能够补强，所以我们成立了这样的协会。我们未来不只是希望在5人制的比赛中能够脱颖而出，我们也希望在7人制、8人制和甚至于11人制这种国际的赛事上，我们都能够展现出我们实际上的实力。同时，我们也和进球网合作，能够推出我们的偏乡圆梦计划，帮助更多的弱势团队或者是一些学校，能够培养出他们最好的选手和球队，进而提升整个台湾足球界的实力。我们一起流汗，一起同心协力，就是想把胜利留在我们手上。不管多难，我们都坚持到最后一刻。我们都相信，努力就有可能把胜利留住。因为想赢，所以我们谁都不想先停下来。我们来自不同地方，却因为同一个梦想聚在这里。我们跌倒过，我们输分过，我们怀疑过自己，但我们都知道，只要还在场上，就还有机会逆转。这次台湾冠军杯呢，是青少年足球协会和5人制足球协会合作，第一次为了国中组呢的最强的球队能够齐聚一堂，再一次挑战他们的最强的对手。而从2024到5年的前8队来做比赛。我们希望通过强力的比赛，能够选出最强的战队与战将，能够帮助他们将来有机会更上一层楼，以及为国争光。青少年足球协会呢，成立就是为了所有的青少年。我们希望让国小到国中甚至于高中的球队能有所发展。透过我们的协助，能够将全省的组委会的力量能够串接起来。特别是一些偏乡地区的小朋友们，他们缺了一些资源，看我们是不是能够补强，所以我们成立了这样的协会。
我们未来不只是希望在5人制的比赛中能够脱颖而出，我们也希望在7人制、8人制和甚至于11人制这种国际的赛事上，我们都能够展现出我们实际上的实力。同时，我们也和进球网合作，能够推出我们的偏乡圆梦计划，帮助更多的弱势团队或者是一些学校，能够培养出他们最好的选手和球队，进而提升整个台湾足球界的实力。我们一起流汗，一起同心协力，就是想把胜利留在我们手上。不管多难，我们都坚持到最后一刻。我们都相信，努力就有可能把胜利留住。因为想赢，所以我们谁都不想先停下来。我们来自不同地方，却因为同一个梦想聚在这里。我们跌倒过，我们输分过，我们怀疑过自己，但我们都知道，只要还在场上，就还有机会逆转。这次台湾冠军杯呢，是青少年足球协会和5人制足球协会合作，第一次为了国中组呢的最强的球队能够齐聚一堂，再一次挑战他们的最强的对手。而从2024到5年的前8队来做比赛，我们希望透过强力的比赛，能够选出最强的战队与战将，能够帮助他们将来有机会更上一层楼，以及为国争光。青少年足球协会呢，成立就是为了所有的青少年。我们希望让国小到国中甚至于高中的球队能有所发展。透过我们的协助，能够将全省的足委会的力量能够串接起来。特别是一些偏乡地区的小朋友们，他们缺了一些资源，看我们是不是能够补强，所以我们成立了这样的协会。我们未来不只是希望在5人制的比赛中能够脱颖而出，我们也希望在7人制、8人制和甚至于11人制这种国际的赛事上，我们都能够展现出我们实际上的实力。同时，我们也和进球网合作，能够推出我们的偏乡圆梦计划，帮助更多的弱势团队或者是一些学校，能够培养出他们最好的选手和球队，进而提升整个台湾足球界的实力。我们一起流汗，一起同心协力，就是想把胜利留在我们手上。不管多难，我们都坚持到最后一刻。我们都相信，努力就有可能把胜利留住。因为想赢，所以我们谁都不想先停下来。我们来自不同地方，却因为同一个梦想聚在这里。我们跌倒过，我们输分过，我们怀疑过自己，但我们都知道，只要还在场上，就还有机会逆转。这次台湾冠军杯呢，是青少年足球协会和5人制足球协会合作，第一次为了国中组呢的最强的球队能够齐聚一堂，再一次挑战他们的最强的对手。而从2024到5年的前8队来做比赛，我们希望透过强力的比赛，能够选出最强的战队与战将，能够帮助他们将来有机会更上一层楼，以及为国争光。青少年足球协会呢，成立就是为了所有的青少年。我们希望让国小到国中甚至于高中的球队能有所发展。透过我们的协助，能够将全省的足委会的力量能够串接起来。特别是一些偏乡地区的小朋友们，他们缺了一些资源，看我们是不是能够补强，所以我们成立了这样的协会。我们未来不只是希望在5人制的比赛中能够脱颖而出，我们也希望在7人制、8人制和甚至于11人制这种国际的赛事上，我们都能够展现出我们实际上的实力。同时，我们也和进球网合作，能够推出我们的偏乡圆梦计划，帮助更多的弱势团队或者是一些学校，能够培养出他们最好的选手和球队，进而提升整个台湾足球界的实力。我们一起流汗，一起同心协力，就是想把胜利留在我们手上。不管多难，我们都坚持到最后一刻。我们都相信，努力就有可能把胜利留住。
因为想赢，所以我们谁都不想先停下来。我们来自不同地方，却因为同一个梦想聚在这里。我们跌倒过，我们输分过，我们怀疑过自己，但我们都知道，只要还在场上，就还有机会逆转。这次台湾冠军杯呢，是青少年足球协会和五人制足球协会合作，第一次为了国中组呢的最强的球队能够齐聚一堂，再一次挑战他们的最强的对手。而从2024到5年的前8队来做比赛，我们希望通过强力的比赛，能够选出最强的战队与战将，能够帮助他们将来有机会更上一层楼，以及为国争光。青少年足球协会呢，成立就是为了所有的青少年。我们希望让国小到国中，甚至于高中的球队能有所发展。透过我们的协助，能够将全省的组委会的力量能够串接起来。特别是一些偏乡地区的小朋友们，他们缺了一些资源，看我们是不是能够补强，所以我们成立了这样的协会。我们未来不只是希望在5人制的比赛中能够脱颖而出，我们也希望在7人制、8人制，甚至于11人制这种国际的赛事上，我们都能够展现出我们实际上的实力。同时，我们也和进球网合作，能够推出我们的偏乡圆梦计划，帮助更多的弱势团队或者是一些学校，能够培养出他们最好的选手和球队，进而提升整个台湾足球界的实力。我们一起流汗，一起同心协力，就是想把胜利留在我们手上。不管多难，我们都坚持到最后一刻。我们都相信，努力就有可能把胜利留住。因为想赢，所以我们谁都不想先停下来。我们来自不同地方，却因为同一个梦想聚在这里。我们跌倒过，我们输分过，我们怀疑过自己，但我们都知道，只要还在场上，就还有机会逆转。这次台湾冠军杯呢，是青少年足球协会和5人制足球协会合作，第一次为了国中组呢的最强的球队能够齐聚一堂，再一次挑战他们的最强的对手。而从2024到5年的前8队来做比赛，我们希望通过强力的比赛，能够选出最强的战队与战将，能够帮助他们将来有机会更上一层楼，以及为国争光。青少年足球协会呢，成立就是为了所有的青少年。我们希望让国小到国中，甚至于高中的球队能有所发展。透过我们的协助，能够将全省的组委会的力量能够串接起来。特别是一些偏乡地区的小朋友们，他们缺了一些资源，看我们是不是能够补强，所以我们成立了这样的协会。我们未来不只是希望在5人制的比赛中能够脱颖而出，我们也希望在7人制、8人制，甚至于11人制这种国际的赛事上，我们都能够展现出我们实际上的实力。同时，我们也和进球网合作，能够推出我们的偏乡圆梦计划，帮助更多的弱势团队或者是一些学校，能够培养出他们最好的选手和球队，进而提升整个台湾足球界的实力。我们一起流汗，一起同心协力，就是想把胜利留在我们手上。不管多难，我们都坚持到最后一刻。我们都相信，努力就有可能把胜利留住。因为想赢，所以我们谁都不想先停下来。